没半点武功的现代男人碰到锦衣卫当差，却屡破奇案，只因他有个神毒系统。站住！这位差爷有什么事吗？我看你口音不像大楚的人，你是哪里人？小的是南方山区的农夫，所以官话说的不标准。哼，南方非你这般口音，我看你定是瀛州来的倭寇奸细，跟我们到锦衣卫衙门走一趟。混蛋！老子本来不想多生事端，既然被你们看穿，那就去死吧！跟女老板加班，一激灵竟然穿越了。不过还好，便宜老爹是个丝绸商人，以后继续当个不务正业的公子哥也挺好的。公子，快起来啦！老爷在客厅等你呢，奴婢先给您更衣。不用，我已经穿好了。小丫头突然感到很委屈，自己公子从来都不对自己客气，不但让自己伺候穿衣，还经常色眯眯看着自己。公子，是不是小何做错了什么？公子不喜欢小何了。为了不让人怀疑，番茄随即露出了前身常有的痞笑。没有啊，咱家小何挺好的。走吧，去看看我爹喊我做什么。黄百万虽富，却常被一些官吏欺压。番茄的前身又整天跑青楼听曲，无奈黄百万只能托人找来锦衣卫的小旗诸使。黄员外，令郎还不起床吗？禀大人，犬子昨夜喝得不省人事，这才起晚了些，已经让人去喊了，还请大人稍后片刻。列子，这么晚才起来，还不快向朱大人请安？朱大人，番茄随即从前身记忆中想起来，便宜老爹用2000两白银替他谋了一份校尉的差事，而这个朱大人正是锦衣卫小旗诸使。老爹，您这儿子是什么货色？您心里没点逼数吗？锦衣卫是很威风，可我半点武功都不会，这不是让我去锦衣卫当炮灰吗？虽然心里有1万吃着草的羊驼跑步，但番茄还是走到朱大人面前，双手一一恭敬的请安。小民番茄参见朱大人。长得倒是不错，虽然看不出半点武功修为，但以后训练一下也能有个后天1、2重，当个校尉还是勉强可以的。走吧，本官带你去锦衣卫衙门报道。朱氏带着番茄领了锦衣卫佩刀跟一块令牌后，塞给他一叠厚厚的锦衣卫行事规章制度，就离开了。恭喜宿主成为锦衣卫，成功激活神捕系统。系统？你知道我这些天是怎么过的吗？为了安抚宿主受伤的小心灵，本系统特奖励宿主洞察术与绝世武学分神腿前3式。这还差不多。洞察术能发现案件的蛛丝马迹，还能看穿别人的伪装。分神腿第1式5分钟饮，第2式分钟进草，第3式暴雨狂奔，第4式雷厉分行，第5式风卷残阳，第6式神分怒嚎。可是这封神腿需要心法修为，你就不能给点增加修为的丹药什么的吗？宿主只要努力上班破案，即可获得物品奖励，另外每天打卡可获得1年修为奖励。听起来貌似也不错，不过锦衣卫入门的刀法还是要修炼一下的。番茄从朱使给的卷宗得知，锦衣卫隶属皇帝亲卫，负责监察百官和刺探敌情，分为锦衣卫指挥使、4大镇抚使、千户、总旗、小旗、提旗、校尉、吏士等。不过皇帝却又成立了个御监宫，用来监制横锦衣卫，类似于番茄前世明朝的东厂西厂。这封神腿虽说是绝世武学，只是没有心法修为加持，总归是花架子，还是要把基础打牢固一些。有系统的直接加持，番茄的修炼速度比普通人快了1倍都不快。恭喜宿主踏入武者后天1重境。这么快就后天1重武者境界了吗？后天1重是武者入门，只需要体内修这1点真气便可达到。同志，这个世界的武者等级是如何划分的？这个高武世界，武者等级分4大境界，后天、先天各有9重，宗师有9品，大宗师则分为初、中、高、顶4阶，到了大宗师境便可一剑开天门了。卧槽，修炼还真是无止境。宿主打卡成功，获得1年内功修为。如果出差办案不能来衙门打卡，有没有奖励？只要宿主每天努力上班打卡，就算是出差办案，都会获得1年内功修为的哦。一天就1年修为，那1年后不就有396年内功修为了？这要是努力上班10年，不就有几千年内功修为了？
参见萧总旗。卧槽，这就是我们部门的老大。你叫什么名字？禀大人，卑职叫番茄。剑眉星目，身姿昂藏，这小子长得倒是一表人才。加入锦衣卫虽然很风光，但考核要求必须是家世清白，至少是后天3重境界或者有其他过人的技能。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属于番茄这种托关系进来的。锦衣卫这段时间没有公开招募校尉，谁介绍你进来的？禀总旗，番茄是属下向赵百户推荐进来的。张彪，这个新人就交给你了，你先带他去巡街，熟悉一下业务。卑职遵命。锦衣卫平时的任务就是监视百官，调查敌国奸细，也负责区域的治安。张兄，这位萧总旗什么来头？这么年轻就做了锦衣卫总旗的位置？萧总旗可不是一般人，他是上头调派过来历练的。原来是过来镀金的官家弟子，我还以为多大能耐。番茄老弟，你有所不知，你别看他才21岁不到，人家可是先天8重境界，是12位总旗里实力最强的一位。武功这么厉害啊！小总旗手段也厉害，才半年时间就查办了2位地方大员，抓捕到1位江洋大盗，厉害吧？萧总旗武功好，手段厉害也就罢了，可偏偏还是位绝色美女，家世背景更是让人猜测不透。哎，你说这天下得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娶到萧总旗这种集美貌才能背景于一身的女人？尼玛，你问我呢？我他妈哪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能娶到她？反正我们这种屌丝娶不到她就是了。也是，人家不仅有深厚的背景，本身也是武道天才，21岁就达到先天8重境了。巡街是件非常惬意的差事，转眼间便过去了1个多月。系统奖励了40多年的内功修为，我现在已经是后天9重境，加上封神腿，应该能越阶击败先天境1重强者了。鹦鹉，会说话的鹦鹉，3两银子买回家去，保准哄你开心。喂，你这鹦鹉真会说话吗？茶爷放心，我这可是虎皮鹦鹉，不但会说话，而还会哄人开心。来，给爷整2句。嘿，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就会欺压走百姓，骗哪雷屁，骗哪雷屁。好你个老东西，这些话都是你教的吧？茶爷恕罪，他是听别人说的，不关小的事。算了，你就别跟一只嘴欠的鸟计较了。多谢2位茶爷大量，小的回家就拿它炖汤喝。救命！救命了！有人要杀鸟了，快来救鸟命了！有意思，这鹦鹉买回去逗着了也挺好。不过这么聪明的鸟，恐怕不是普通的鹦鹉。店家，这鹦鹉我买下了。还好有人买下了，真是吓死本鸟了。以后你这鸟嘴要是再胡说八道，信不信我把你红烧了？1块切糕，你要卖3两银子。你怎么不去抢啊？我可是正经生意人，1块切糕3两银子，快点，赶紧给银子。哼，你刚才说是1刀3文，现在怎么又说要3两银子了？老子刚才是说1刀3两纹银，谁跟你说1文铜钱了？买了我的切糕，不给银子就想走，你觉得可能吗？你让开，再不让开，我叫人了呀！来人啊，来人啊！这人要敲诈我！大家别听这小妇人胡说，讲好的3两1块切糕，她买了我的切糕，不给银子就想走，你们来评评理啊！干什么呢？都让开！2位差爷，是这个女人买东西不给银子。不是的，2位差爷，这个黑心的老板说好了3文1块切糕，结果他却要收奴家3两银子，奴家不要，他就强行拉住我，拿走我好几2碎银，还调戏奴家。你这厮好生大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敲诈勒索，非礼良家妇女，等我们去衙门走一趟。差爷，我真没有敲诈非礼他。这几锭银子2位差爷拿去喝茶，就放小人一马吧。滚吧！下次再让老子看到你不诚信经营，可就要抓你进锦衣卫的诏狱了。多谢差爷，多谢差爷。其实张彪不会傻到抓切糕老板去衙门，因为到时候银两是会充公的。本来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趁机捞点油水也就算了，但番茄却敏锐地察觉到一丝不对劲。不对劲！正常商贩看到锦衣卫，害怕都还来不及，这个商贩眼里竟然还闪过一丝怒意，而且这切糕老板说话的口音有些生硬，不像是中原人士。站住！这位差爷有什么事吗？我看你口音不像大楚的人，你是哪里？小的是南方山区的农夫，所以官话说的不标准。哼，南方非你这般口音，我看你定是瀛州来的倭寇奸细，跟我们到锦衣卫衙门走一趟。混蛋！老子本来不想多生事端，既然被你们看穿，那就去死吧！想不到你居然是倭寇奸细。很快2人便又站到了一起。张彪可是后天5重境，但他那一刀却被倭寇轻松闪开，同时被一脚踢飞出2丈多远。解决了1个，小子，现在到你了！杀人了，杀人了，快来救命啊！在朝拔光你的鸟毛！
这个倭寇至少是后天7、8重境，番茄居然能一招将他踢飞，这小子武功至少达到了后天巅峰境界。张兄，要不要紧？我没事，老弟，得赶紧将那倭寇押回去锦衣卫，这事怕是没这么简单。真香啊！艾玛，烫死老鸟了！慌慌张张做什么？禀告朱大人，巡街小队抓到一个瀛州细作。人在哪里？快带我去看看。张彪，细作在哪？张彪上前汇报事情的经过，朱石却越听越惊讶，他怎么也想不到瀛州细作竟然是番茄这个纨绔公子抓到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当时番茄老弟一脚就制服了那个后天8重境的细作。想不到黄公子居然还是个高手，你父亲黄百万可真是瞒得我好苦啊！哎呀，我特么怎么不知道？我儿子是个高手。尼玛，既然有这么好的武功，还走个鸡毛后门啊！让我白挣1600银子。朱大人，番茄老弟是您举荐的，您这次可是有引荐功劳，可要好好请兄弟们凑一顿。好说，我这就去向萧总旗禀报此事。萧总旗，新来的那小子巡街的时候抓住了一个瀛州细作，竟然抓到了一个瀛州细作，快带我去看看。参见萧总旗。他就是你俩巡街抓到的瀛州细作吗？禀总旗，我2人巡街时碰到这家伙正在欺负一名妇人，后来是番茄发现端倪，并一脚降服了他。其实萧秋月对这个第一天就色眯眯地盯着自己看的校尉很反感，后来调查了一下，才知道是个花钱买进来的纨绔公子。启禀萧总旗，这个瀛州细作修为至少在后天8重境，能一招击败他的人，实力怎么着也要先天境。先天境，一个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公子，居然是先天境，难道现在的纨绔都这么刚了吗？你名字报上来。哼，姓更名，做改姓，我叫山殿太斗郎，你们想怎样？你们这些瀛州望人，屡次帮我大楚沿海，快说这次来了多少人？别费劲了，就我一个人，要杀要剐来吧。看把你嚣张的，别以为我们不知道，瀛州这些年训练大批细作潜入大楚，就是为了盗取大楚的重要机密。我大英国早已派出成千上万的武士潜入了你们大楚，不出10年，你们大楚就会臣服在我们瀛州的铁蹄之下。来人，带子辽去尝尝锦衣卫的U58道硬菜，本期刀看看是他嘴硬还是骨头硬。恭喜宿主抓捕到瀛州细作1名，奖励中品真元丹1颗，是否现在领取真元丹？暂时不领取，现在领了也不方便吃，还是散之后回到府中领取再吃。番茄，你毁到我直房一趟。不知总旗大人叫属下前来有何吩咐？你为什么放着富商公子不当，跑来当个小校尉受罪？你以为我不想当个勾栏听曲的纨绔公子吗？要不是我爹逼着我来，什么老十字锦衣卫我才不当。以他的修为，想进锦衣卫完全不用托关系的，难道真是富家公子来体验生活的吗？这次抓住瀛州细作，我会向千户大人禀报，给你记上一功。多谢总旗大人。好好干吧，争取早日晋升小旗官，下去吧。多谢大人栽培，属下告退。哇，这鸟儿好漂亮！公子，锦衣卫衙门还发鸟呀？你这小丫头真的悍，衙门发女人也不会发鸟啊。但鸟是被他花5两银子买下来的神鸟，5两银子就能买到，你还好意思吹嘘自己是神鸟？那是那个蠢蛋不识货，本鸟是神鸟，现劫难买的神鸟。就你这张乌鸦嘴还神鸟，今天要不是本公子把你买下来，你这回说不定已经是站着自然放在火上烤了。别说了，好可怕！以后这臭鸟就交给你养了，没事就跟他斗斗嘴玩。好嘞。我操，是个大户人家，这回有肉吃了。童子领取中品真元丹。一位宿主发放中品真元丹。童子，这颗真元丹是直接服用吗？你可以蒸着吃，也可以煮着吃，还可以直接吃。你这说了跟没说一样，吃了是不是可以直接提升修为？这颗中品真元丹可以让你体内的真气纯度提高3倍以上。
恭喜宿主突破至先天异重境，终于进入了先天境，我现在感觉一脚能有万斤气力。不好了，不好了，公子！不好了，不好了，公子！你这小丫头慌慌张张做什么？你家公子我好得很。公子，锦衣卫朱石大人派人传话，让你快去衙门集合。深夜的苏州府，几名巡查宵禁的士兵懒散地巡逻着，寂静的街巷里回荡着更夫的铜锣声。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这时，一道身影潜入太仓县令府，几名守夜护院随着银针闪过，连听都没哼一声，便全都躺在地上。蒙面人一个纵云梯跳上阁楼，拿出一根管子，对着门缝吹起了一股青烟。烦请通报苏州知府求见千户大人。大人稍后，我这就去通报。柳知府，千户大人有请。苏州知府和锦衣卫的千户都是正五品，然而柳长青却自称下官，谁让锦衣卫有见官大3级的优势呢？下官参见牛千户。柳大人不必多礼，请坐。不知柳大人今天到锦衣卫有什么事？实不相瞒，下官此次前来是求千户大人出手缉拿一名采花大盗。采花大盗，莫非是近来在苏州府作案多起的那个催花公子？2个月前，苏州府突然出现一名自称催花公子的采花大盗，采了花还把人家谢衣带走，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这个催花公子不仅采花，还窃走金银首饰无数。现如今苏州府的富家千金已是人人自危。昨夜，催花公子潜入太仓县令卢大人府中，县令的千金也惨遭摧残。可恶，这催花公子也太猖狂了！可不就是呢？下官追查此寮已经2月有余，可依旧抓不到他，故此来求千户大人出手相助。这个嘛，柳大人你也知道，我们锦衣卫追查的都是大案要案，现在的人手也是很紧张。借口都是借口，这老油条摆明了就是在趁机捞油水。柳长青虽然在心里对着牛千户一顿吐槽，但也知道求人帮忙不能空着手，当即挥手示意，让手下拿来一个锦盒。催花公子武功高深，也只有锦衣卫能拿下了这200两黄金。作为锦衣卫的查案经费，事成后府衙再拨100两黄金以作酬金。柳大人一行为民，在下佩服。既然如此，这趟差事锦衣卫接下。多谢牛千户，那下官告退。柳大人慢走，以后常来啊。去传萧总旗前来大堂。是。昨夜，卢县令家的千金遭遇催花公子采花，苏州府也有好几个富家千金遇害。牛千户令我们9所1个月内将此贼缉拿归案。牛千户对这次的案子很重视，若没按时完成，每人将被扣除1个月俸禄。对于这个催花公子，我们早有耳闻，能在富商府里来无影去无踪，想来催花公子的轻功定然很厉害。是啊，这个催花公子武艺如此高，岂是那么好抓到的？1个月恐怕是很难完成了。抓个采花贼而已，看你们这脸拉得比马脸还长，不想被扣俸禄，就全都打起精神来。下官参见萧总旗。卢大人不必多礼，我们是来调查采花大盗一案，你带我到案发现场去看看吧。萧总旗，请跟我来。小女就是住在这个阁楼上的厢房。谁想昨夜竟被这淫贼给玷污了。女儿受辱，换做任何一个父亲都是无法忍受的，更何况这还是县令家的千金被踩了。卢大人放心，我们锦衣卫既然来了，这次定将此贼缉拿归案。多谢各位大人。卢大人，阁楼夜间没有人看守吗？下官安排了4个护院守夜，可4个护院毫无察觉就中了那采花贼的银针，连采花贼的影子都没看到，便被银针击中。看来这个采花贼不但轻功了得，而且暗器功夫也相当厉害。恋爱可曾看清这个采花贼的容貌？小女当时中了迷相，直到天亮了醒过来，才知道被采花贼给玷污了。几次欲行短见，要不是被我们拦住，恐怕……萧总旗，这次的情况跟前几起采花一样，都是通过向闺房吹入迷香，再入室内采花的。你们几个到阁楼附近四处搜寻一下，都仔细点，别放过任何可疑的地方。是。萧秋月安排好任务后，便随着卢县令来到了卢小姐的闺房。此时的房间里一片狼藉，墙上竟然还留下了一手充满挑衅的验尸。
此贼真是放肆，不仅往受害者伤口上撒盐，还留下这污言秽语挑衅官府，该杀！萧总旗，你们可要为小女讨回这个公道啊！卢县令放心，若是让本期抓到此贼，必要让他尝尝锦衣卫的158道硬菜。窗纸上留下的那个小破洞，应该就是采花贼留下。在这里用洞察术看看，能不能发现点线索。番茄通过洞察术，在窗台上发现了一个非常浅的脚印，由此推断出翠花公子的身高。至于体型就判断不出来了，只因那翠花公子的轻功太好了。我的身高1米81，鞋码是43的，窗台上这个鞋码大概是38码。正常来说，穿38鞋码的男人都不会太高，那么留下这鞋印的人应该在1.6米左右。有发现什么线索吗？回大人，只发现了很多杂乱的脚印，其他没有什么发现。这也是意料中的事。翠花公子来无影去无踪，自然是不会遗留下什么东西来。不过属下推测这个采花贼的身高大概不到7尺。你是如何断定他的身高不到7尺的呢？番茄凭借着系统奖励的洞察术，发现了采花贼留下的细微脚印，推断出采花贼的身高。属下推测这个采花贼的身高不到7尺。你是如何断定他身高不到7尺？脚印，窗台上有个采花贼的脚印，属下比对了一下，大概在38码左右，所以采花贼的身高应该是7尺以下。脚印在哪里？大人请看，这就是采花贼留下的脚印，只是不明显罢了。我先天8重的境界，运足内力去看，才能勉强看清楚这一点点的脚印。番茄竟然能一眼看出来。现在的萧秋月很是疑惑，自己从小就天资过人，还有名师教导，修炼资源更是数不胜数。这个番茄到底是生来就眼力好，还是修为真比自己还高呢？萧总旗，你别这么看着我啊！属下是生来眼力就好，所以才能轻易看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还真是眼力好，有如此目力，倒是适合在锦衣卫办案。走，跟我去卢小姐的闺房看看有什么线索。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发现？没什么发现，就是首饰箱上有几枚指纹。指纹？什么是指纹？每个人手指的纹路都不一样，触碰物品都会在上面留下相应的指纹，这也是一种追查证据的线索。萧秋月下意识地举起自己的手掌，拿着双手对比了半天，还真发现2只手的指纹不一样。连锦衣卫刑部都不知指纹这种查案方式，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我总不能告诉你我是穿越者吧？小时候听一个云游老道说过，指纹查案方式是好用，只不过我们现在没办法把这个指纹提取下来保存，再逐一找人比对。走吧，先回锦衣卫衙门再说。萧大人，可有发现什么线索？只是从采花贼的脚印推测出他的大概身高，其他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仅凭大致身高，要想抓到这个淫贼，如同大海捞针啊！卢大人请放心，我们锦衣卫定会尽快抓到这个翠花公子的。有劳各位上差了。从卢县令府里出来，番茄跟萧秋月又去了其他几个富商府里寻找线索，只是同样没有查到任何蛛丝马迹，一时间案情陷入了僵局。这是苏州府所有的富商及官员的家眷档案，你跟我一起将有未出阁女子的地址抄录下来。是，大人。萧总旗莫非是要来个守株待兔，蹲守那个翠花公子？反正我们现在也没线索，不过那采花贼还会继续作案的，我们只要守在这些未出阁女子房外，就一定能抓到他。这方法倒也不是不行，只是这苏州府的富商和官宦至少有100来户，单凭我们9所这几十号人，怕是守不过来了。我也知道这是个笨办法，只是现在也只能守株待兔了。属下觉得采花贼挑选的都是那些貌美的女子下手，我们只需要守在那些姿色上佳的女子房外就可以了。这是个办法，至于人手方面，我会向牛千户借调一些，再从府衙征调几10名捕快，这样人手的问题也解决了。萧总旗，属下一直有个疑惑的地方。说说看，是什么疑惑的地方？这些待字闺中的女子，就连街坊邻里都很少知道长什么模样，这采花贼是如何得知的？你是不是有什么看法？属下认为有2种可能，一是采花贼是通过打探得知哪家小姐貌美，二是采花贼自己去采入的。这些官宦富家的闺女平日里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采花贼想要去踩点见到他们也不容易吧？大人，采花贼有可能扮作其他身份进入府中，或者扮作走街串巷的卖货郎，吸引这些女子出来买东西。你这个推测倒是有几分道理。这些富家女子成天待在闺房里，难免会有些无聊。若是府外有卖东西的，她们大概率会带着丫鬟出去看看。自己踩点既能探知女子长相，也顺带能将府中周边的地形打探清楚。有道理，走，我们2个再去一趟这几个受害者府中。
有了新的思路后，番茄跟着萧秋月再次来到了卢县令府中。萧总旗，莫非是想起了什么事？我们想来问一问，贵府竟然可以有陌生人来过？近来1个多月，府里也没来什么陌生人啊。不知总旗大人所问，这个是否与采花贼有关？我们怀疑采花贼来贵府采过点，或是见过令爱。卢大人，可否让令爱和他身边丫鬟叫出来一下？我们想询问一下他们。小女遭采花贼玷污，正欲以泪洗面，只怕她是不会出来见人了，还望大人见谅。没事，我能理解你女儿此刻心情，先把你女儿的丫鬟喊过来吧。不一会，2个丫鬟一脸愁容的来到大厅，显然也在为自家小姐的悲惨遭遇难过着。这位是锦衣卫的萧总旗，他问什么你们都要如实回答。我问你们，这几天你家小姐可曾见过陌生的男子？我家小姐很少出府，这几天更是待在府里做女工，哪里也没去过。你们再仔细想想，这几天有没有陌生人来府里，或者说有没有卖货郎在府外吆喝？卖货郎，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一个卖胭脂水粉跟凤梨的。对，那个货郎拿个拨浪鼓，吆喝的可起劲了。我家小姐好奇，就带着我们出去买了些胭脂和100斤凤梨。那你们可还记得那个货郎长什么模样？记得，那个卖货郎又黑又瘦，又矮又丑，鬼鬼祟祟，贼眉鼠眼，一脸猥琐，还长痘痘，看着就不像好人。不过倒是很会说话，一个劲夸我家小姐长得好看。没错了，这个卖货郎很有可能就是采花贼假扮。随后，番茄跟萧秋月又去了其他几名受害者府中，得到的线索大都一样，2人便回到了锦衣卫衙门。大人，现在打算如何抓住这个狡猾的采花贼？立刻召集所有弟兄。5人为一组，分别去查一下哪家的小姐3天内见过卖货郎。3天内被采花贼踩点的富商千金，就是我们重点保护对象，今晚就可以采取蹲守行动。众人领命，便开始逐家排查。经过1个下午的打探，确定16位富商千金3天内见过那个黑矮的卖货郎。今晚所有的人加班，各小旗带领本队校尉开始蹲守采花大道。李小旗，你带本队校尉前去城西米行赵员外府中，负责守护赵家小姐的安全。一旦催花公子出现，将其抓捕。陆小琪，你带本队校尉去张先卫府中蹲守，一旦催花公子出现，立即拿下。朱小琪，你带本队校尉去华衣铺庄的贺掌柜府中，负责保护贺家小姐的安全。如若采花贼出现，定不能让他逃了。小旗官的修为大都是先天1重境界，手下10多名校尉的修为一般都在后天3重境。几十号人去蹲守一个采花贼，要是再抓不住，那可是丢大脸了。番茄，你今晚和本总骑到剩余的3户蹲守，听到哪里发出警报，立刻前去支援。遵命。番茄2人蹲守了3户院子，相隔有2至5里路程，以2人的轻功，只要听到敲锣声，1分钟就能赶到。萧总旗，已经5天了，那催花公子再不出现，我都要扛不住了。不应该啊，难道我们判断出错了？大胆淫贼，哪里逃？回家都不能走正门，还要扛着马翻墙，命苦啊！男人翻墙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近期苏州府出现了一个采花盗。盗贼了！盗贼了！快来抓贼呀！你这只臭鸟，连主人都不认识，哼！等下就把你拿去煲汤。有贼啊！快起来抓贼啊！哪里来的毛贼，竟敢来偷皇府的东西？打他，打死这个毛贼！哟呵！公子，怎么是你？你们这是想打谁？哪里来的毛贼，竟敢来我黄百万的府中偷东西？不知道我儿子在锦衣卫当差吗？老爹啊，我是番茄啊！深夜，消失了好几天的催花公子终于再次出现。只见他用那俊俏的轻功在屋脊上飞速跳跃，然后一个闪身悄无声息地跃入贺员外府中，巧妙地避开了巡夜的家丁。都打起12分精神，别让采花贼溜进来了。就在他想潜入贺家千金闺房时，埋伏许久的朱石一声大喝：“大胆淫贼，哪里走？”出现了！采花贼出现了！快来贺府抓采花贼！随着阵阵铜锣的响起，几十名蹲守的校尉提着武器冲了出来。催花公子，你跑不掉了，乖乖束手就擒吧！我操，竟然有埋伏！不过一群虾兵蟹将又能怎样？话音刚落，几十个锦衣卫就跟采花贼缠斗在一起。
仅仅几个回合，就有几名校尉被打飞了出去。卧槽，这采花贼怎么这么厉害？别跑了，我们锦衣卫班房吃饭不要钱的。啊！就你们几个小卡拉米，还想抓我？奶奶的，腿都要跑断了，这家伙轻功太好了吧？能不好吗？抓了几个月都还没抓到，看来只有总旗大人才能逮住他了。大胆小贼，哪里逃？区区一个小旗，看我的漫天云阵！朱小琪，你先退下，这里交给我。萧秋月一个纵身拦住了采花贼。就在这时，几枚银针迎面冲向萧秋月。趁着萧秋月挥剑抵挡银针的空隙，采花贼又逃了出去。竟然能在黑夜中看清银针的方位，这女人至少是先天8重的高手。击落银针后，萧秋月运足轻功向蒙面人狂追了而去，而几百米外的番茄也正在往这边打来。萧总旗的轻功也很快的嘛，不过我现在的修为加上风神腿，论速度还是能赶得上。想不到这个采花贼的轻功居然这么好，连我先天8重境界都追不上。这些年，催花公子凭借着独步天下的轻功，采花上万次，从未失手过。只是现在的他心里却是慌的一批。没想到今晚官府居然算准了我的行踪，还派来了一位高手。再过半小时，本公主真气不尽，怕是要被后面的女人追上。两人心中正各自想着，忽然一道人影从萧秋月身边一闪。番茄，这小子的轻功这么好的吗？萧秋月直接懵了，他可是先天8重境界啊！这个小校尉的轻功居然超过了他。而此时，番茄已经飞纵到了采花贼的身后。卧槽，竟然还有更厉害的高手！看我的漫天云！催花公子，你也有今天。卧槽，恶心到我了！淫贼，你奸淫少女无数，罪大恶极！今天本官就替那些少女先惩治一下你。我又没踢你，你把大腿夹这么紧干啥？这是男人的自然反应，听到那2声脆响，我都觉得蛋疼。这个话题有些尴尬，萧秋月俏脸不由微微有些红，好在黑夜里看不太清楚。但他不知道的是，番茄有洞察术，早就发现他的脸有些红了。走吧，把这淫贼带回锦衣卫衙门。想不到平时那么高冷的萧总旗，居然也有娇羞的一面。萧秋月向前飞纵而去，番茄则是拎着催花公子紧跟在后，手里拎着个人，居然还能紧跟着我，不行，我得问问他是什么修为。番茄，你的修为到底是什么境界？这个属下自己也不清楚。哼，不说算了。不得不说，萧总旗的身材是真不错。番茄，这次能抓捕采花贼，你功劳最大。明天我会向牛千户为你请功。都是萧总旗领导有方，属下不敢贪功。以你的修为跟才能，做个校尉太屈才了。我会向牛千户举荐，让你先当个小旗。多谢萧总旗提拔。好了，已经快4更了，回府休息去吧，明天可以不用来当值。说罢，番茄骑着马回府去了。骑着马回到皇府，发现大门紧闭，所以才有开头那一幕。公子，你回来了。回来了，都是那贱鸟连主人都不认识，在那狗叫狗叫了。有门不进，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的就是贼。你个臭小子，干嘛不叫人开门，进自己家也翻墙进来？难怪这只鹦鹉会以为是进贼了。就是，这几天晚上不是在抓那个采花贼吗？怎么今晚还没天亮就回来了？采花贼今晚抓到了，我就回来了，怕吵醒你们，所以就扛着马翻墙进来了。那马还在院子里，你们把他牵到马厩里。哎，你个臭小子说什么呢？扛着马翻墙进来，那匹黄鬃马少说也有1000多斤，是你能扛得动的吗？黄百万根本就不信番茄刚才说的话，自己的儿子几斤几两，他还是很清楚的。别说是扛一匹马了，让他扛个大姑娘都未必能扛得起来。你们几个快把少爷的黄鬃马牵到马厩去！不会吧？你真是扛着黄鬃马翻墙进来的？扛着1000多斤重的马，翻进1丈多高的围墙。这臭小子又不是什么武林高手，怎么可能扛着一匹马翻过围墙进来呢？你到底是怎么带着马翻墙进院的？老爷夫人，你们不知道，公子现在武功可厉害了。黄百万和夫人面面相觑，正想接着问，番茄担心穿越者的身份解释不清楚，赶紧岔开话题。爹娘，你们快回房睡觉去吧，我也困了。恭喜宿主侦破连环采花案，奖励绝世神功金刚不坏神功第1重。古驼岭的官道上，此刻围绕着上千的官兵，还有上百捕快衙役，地上则是躺着几百具大楚士兵的尸体。哼，什么贼人如此猖狂，竟敢公然杀害官兵，抢夺朝廷官营，真是反了天了！知府柳长青和下属几名官员全都脸色难看无比。这几个文官何时曾见过如此惨烈的场面？有人都忍不住当场呕吐起来。
金刚不坏神功，很不错，很不错，体内的能量又增加不少，看来要不了多久就能突破到先天二重。金刚不坏神功是一种睡觉挨揍了能自动开启的功法，据说练到圆满后便可百毒不侵，刀枪不入。系统，这个金刚不坏神功一共有几重啊？金刚不坏神功共分3重境界，第一重运行神功，身体坚如铁石，宗师境以下不能伤之分毫，且不惧一般的毒药迷药。第二重运行神功，身体坚如金刚，大宗师境以下不能伤之分毫，身体百毒不侵。这第3重可以幻化成金刚，就算是大宗师也无法伤你分毫，可抗世间所有奇毒。有了这第一重金刚不坏神功，宗师以下已不能伤我分毫，先突破先天二重境再说。倒是就算是宗师级的高手，我也不倦。先天二重境突破。第二天，因为不用去衙门当值，番茄一直睡到日上3竿才起床，去锦衣卫衙门签个到后，提着鸟笼带着小何出去溜达了一圈，勾栏听曲，梨园看戏，茶楼听书，悠哉的过了一天纨绔公子的生活。宿主上班签到成功，获得1年内功奖励。酒所门前，众位同僚陆续到齐，纷纷客气的拱手对番茄打着招呼。番茄，想不到你的武功居然这么好，昨日连总旗大人都在夸赞你的武功不在他之下。朱大人过奖了，其实能抓捕到这个采花大盗，主要还是萧总旗的功劳啊。正说着，萧秋月走了进来，听到番茄的话，他的脸上不由露出微许的笑意。这个番茄不仅武功高深莫测，而且为人谦逊低调，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参见萧总旗。点过卯，大致布置了一下今天的任务之后，萧秋月突然看向番茄。番茄，你跟我到大堂一趟，牛千户要见你。是。哎呀，番茄，千户大人召见，估计要奖赏你了。锦衣卫校尉番茄参见千户大人。免礼。我听萧总旗说，能抓到采花大盗都是你的功劳。哎呀，那是萧总旗抬案，若无萧总旗布控指挥，属下又哪里抓得到这采花贼？你倒是很谦逊。萧总旗说你的武功比他还高，他向我全力举荐你。我昨日已向指挥使大人举荐，升你为小旗。多谢牛千户提醒。哦，对了，你上次抓到一个倭寇奸细，这次又抓捕到采花大盗，按公刑上奖赏你纹银300两。说罢，牛人摆了摆手，立即有侍卫端着小木箱过来。哎呀，300两啊，嘿，应该是蛮重的。谢千户大人。萧总旗呀，这次你们酒所破了连环采花大盗案，也算立了不小的功劳，奖赏你100两银子，酒所所有人100两银子。多谢大人。准备的差不多了，番茄应该也快回来了吧？看时辰，他已经散职，此刻应该在路上了。老爷、夫人，公子回来了。爹娘，孩儿回来了。儿啊，你今天怎么穿上蓝色锦袍了？老爹，本公子现在可是小旗了，你看。哎呀，我儿子真是出息了，才当了2个月的锦衣卫校尉，就升到小旗。我老黄家呀，真是祖坟冒了青烟喽！来人，拿个大鞭炮到门外去放去，明天府中摆宴庆贺。老爷呀，这锦衣卫小旗是个什么官啊？锦衣卫小旗那可是从7品官职正儿八经的朝廷命官。那咱儿子岂不是快跟县太爷一样的品阶了？嗨，县太爷虽然是正7品，可他若是见了咱家番茄这个锦衣卫小旗，还得恭敬的叫声大人。啊，这是为什么？锦衣卫是见官大3级，有监察百官的权利，要不然我当时怎么舍得花那银两送咱儿子去锦衣卫呢？行了，老爹，就别隔着劲吹了，要不是你儿子厉害，送去锦衣卫也只是当炮灰而已。是，主要还是我儿厉害。吃过晚饭，番茄回到后院，很顺利的突破了先天3重境。短短2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到了先天3重境。以我现在的实力，宗师以下已经无敌，就算面对1、2品宗师，也足以自保了。未时时分，一身着侍卫服的汉子骑快马飞奔而至，停在了锦衣卫衙门前。我是刺史大人身边的侍卫，有急事求见千户大人。苏州刺史帐下侍卫拜见千户大人。免礼，你来见本千户有何事？刺史大人有一封急信要呈交千户大人。传令所有人到教场集合。是大人。
片刻后，锦衣卫教场几百锦衣卫列队站好，番茄与萧秋月也在其中。昨日苏州押往京城的30万两税银，在古沱岭被人劫了，押送税银的500官兵全部被杀。此话一出，众人皆惊，30万两税银被劫，到底是什么贼人敢如此大胆，公然抢夺朝廷官银？好家伙，这世道这么乱了，光天化日下竟然抢夺朝廷30万两税银，还杀死500军士，这尼玛是要造反的节奏。1112所留守衙门，其余所有人随本千户前往案发地点。牛人翻身上马，带着300-400锦衣卫，骑马浩浩荡荡的出了锦衣卫衙门，朝着苏州西城纵马奔驰而去。这一批税银到底是什么时候被劫的？按行程推算，应该是昨日下午被劫的。昨日本官调派1名都尉挑选500精兵，押送这30万两税银去京，上午4时出发，行到此处大致是下午申时左右。是何人发现这批官银被劫？回县户是一名路过的客商发现了，今早便到衙门来禀报此事，下官见案情重大，连忙向报知府大人。下官听闻几百名官兵被杀，心中大骇，便带人前去查看，封锁现场，并派人通知刺史大人。收到消息后，本官便亲自过来查看。这几百名官兵正是本官派出押送税银的500将士。刺史大人派出的这500将士，身手武功都怎么样？负责押送的马都尉是一位先天5重境的高手，手下还有2名校尉、8名侍卫，武功俱是达到先天初期境界。那500名士兵也都是挑选出来的精兵，都是后天1重境以上武者。本官以为这样的兵力押送这30万两税银上京应该不会出问题，毕竟现在是太平盛世，谁敢杀官兵抢官银呢？可不曾想，居然还真有如此大胆的贼人。可还有活口，有没有清点尸体人数？这500官兵是否全在其中？其中有没有劫匪的尸体？下官叫捕快清点了一下尸体，一共是511具尸体，全部都是穿着官兵的衣服，没有发现劫匪尸体。番茄暗自算了一下，1名都尉、2名校尉、8名侍卫，再加上500士兵，那刚好就是511具尸体了。这么看来，这批押送税银的官兵是没有一个活口的，够狠。不过，也许其中有劫匪的尸体，穿上了官兵的衣服。有迷香，屏住呼吸，快退后。 500多官兵全部被杀，却没有发现一具劫匪的尸体，这是很蹊跷啊！你们好好检查一下尸体和现场周围，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是大人。2名百户一招手，带着所有人开始仔细的查看现场。番茄则先是查看这些官兵的尸体伤口情况。这些官兵的尸体大都集中在一起，而且都是一刀毙命。按理来说，多人混战的场面那么乱，这些官兵的尸体应该比较分散才对。 以番茄的洞察术来分析，当时这些官兵像是毫无抵挡能力，在原地任人宰割一般，这也使得官银被劫案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本官也觉得很蹊跷，这500名士兵个个都有后天1重境以上的实力，马都尉更是先天5重境的高手，再怎么样500人也能击杀几个劫匪吧？这些尸体都是一刀毙命，几乎没有什么反抗能力，死的也很集中。那么，只有2种可能。 牛千户看出什么来了吗？第一种可能，劫匪的武功极高，而且人数至少有50名以上的先天境高手，甚至有宗师境的高手。宗师境，如果真是宗师境的高手，确实可以轻松斩杀这500官兵。只是这种可能性应该不高，想让宗师境的高手出山，代价实在太大了。 那这第2种呢？第2种可能，这些官兵中了毒，所以毫无反抗能力，只能任由劫匪斩杀。我更倾向于这种可能性。听了牛人的分析，一众官员更是惊愕地张大了嘴。如果是中毒，尸体脸色应该会发黑，可事实却不是这样。牛大人为什么会认为这些官兵中毒了？我说的这种毒，并不是那种让人致命的毒药，而是类似于蒙汗药的毒药，可以让这些官兵暂时失去行动能力。 牛大人分析得很合理，但马都尉知道押送官银，应该不会胡乱吃外面的东西，他们又是怎么中的毒呢？如果是内应下的药，马都尉又怎么能防得住呢？内应？不对啊，这500多人都死了，如果他们当中有内奸，怎么会不给自己留活路？有可能是杀人灭口，或者内应和劫匪一起逃了，尸体是冒充的，又或者他们当中确实没有内奸，但在出发时携带的水和干粮被人动了手脚。 那就先验证一下第3种可能性。柳知府，你马上让人把这些官兵身上的干粮和水拿出来检测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线索。是，大人。随后，柳知府命捕快们搜出一些官兵身上的干粮和水，一部分让佟作进行化验分析，另一部分带回去找一些家禽来试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反应。
地上没有多少打斗的痕迹，可见当时官兵并没有抵抗。那么是这些劫匪武功高强，又或者说这些官兵中的散功类的迷药？从尸体上没发现其他线索，番茄于是顺着车辙往前寻找。这段时间天气干燥，地上的车辙痕迹很浅，且杂乱无章，混合着马蹄印一路向前。番茄，你是在寻找车辙印吗？肖总旗那里好像烧过什么东西，我们看看去吧。两人来到灰烬旁，番茄抽出绣春刀，在灰烬中拨弄了几下，里面还有一些没有烧尽的枯枝树叶，似乎没有什么奇特之处。这里面有迷香，停住呼吸，快退后。确实有迷香，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劫匪提前在这里燃烧迷香，押送税银的官兵走到这里，正好中招，难怪这些官兵会毫无抵抗能力。肖总旗，你们是发现了什么线索吗？刚才我和番茄查看押送税银的车辙时，发现前面的官道拐角燃烧了一堆灰烬，其中竟然含有迷香成分。哦，原来如此。没想到劫匪居然在前面燃烧迷香。冬季刮西北风，官兵从东南方来，官道两边又都是山岭，这风一吹，迷香正好被押送税银的官兵吸入。妙啊妙啊！牛人带着数百锦衣卫骑马，沿着车辙一路追踪，奔行了几十里，只是快出古驼岭一带时，车辙却突然消失了。真是奇了个怪呀！为什么这个车辙印它会突然消失不见了呢？骑兵千户，属下发现了那些马车。啊，在哪里？快带我去看看！番茄带着牛人来到一处山坡处，只见山坡下倒着一堆马车残骸，散乱不堪。原来如此，怪不得车辙印会消失了。劫匪驾着装有税银的马车逃到这里，却把马车扔下山坡，车上的官银呢？下去搜查一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东西。接到命令，一名百户带着几十名锦衣卫下去山坡搜寻。大人，山坡下只有摔碎的几十辆马车，但是并没有发现官银。哦，没有发现？难道劫匪是带着银子弃车而逃了？只是劫匪也不可能大白天扛着30万两官银走吧？你说的有道理，劫匪应该是把这些银子藏在了附近的某个地方了。传令，所有人就近搜索。几百人扛着箱子，一定会留下足迹线索的。几百锦衣卫开始在这附近搜查了起来，然而过了许久，却是一无所获。这怎么可能呢？这么多人扛着30万两白银，却没有留下丝毫足迹。番茄摸着下巴思索了片刻，又看了看官道上的那些车辙印，突然觉察到了什么。这些车辙印很浅，根本不像是被装有上万两银子的车压过。难道劫匪早就将车上的官银搬走了，赶着空车到这里，只是为了将官府引过来？番茄，你发现了什么吗？肖总旗，我怀疑劫匪早把车上的银子搬走了，然后驾着空车将我们的追查吸引到这里。你是怎么判断出这一点的？这些车辙印很浅，而之前装有银两时的车辙印略深一些，所以属下断定这些车辙印都是空车留下来的。禀千户大人，我们查看官道车辙印的时候，黄小琪怀疑这是空车，劫匪可能早就把官银搬下车了。哦，通过车辙印，你居然能看出来这是空车呀！回禀千户，属下刚才仔细查看了一遍这些车辙印，好像比来时的车辙印要稍微浅一些，因此属下断定劫匪在中途将银两转移了，赶着空车来这里，就是为了引开我。你这个推测倒是有几分道理，不过以现在路面的坚硬度，即便是装有银两的车子，也不会在路面留下较深的印记，与空车基本无法区别呀。番茄有一双看穿屏幕的眼睛，能看到谁没有双击，属下倒是相信他确实能分辨得出来。既然如此，那你们就带些人马顺着官道往回寻，如果发现线索，马上派人回来禀报。是。两人带上了几十名校尉，骑着马顺着官道原路返回。番茄骑着马在前面不紧不慢地奔跑着，一双眼始终盯着路面上的车辙印记。番茄，你骑得这么快，能分得清车辙印的变化吗？肖总旗放心，只要我留心观察这些车辙印，我看上一眼就知道中途有没有银两下车。怎么了？车辙变深了，劫匪是在这里把银子搬走。两个劫匪各自轻松地扛着1两银子，却不知道身后竟然跟着3个人，然而还有一个黑衣人悄悄盯着他们。不好，出事了！你确定劫匪是在这里将银子搬下车的？没错，定是在这里，而且人数还不少。提高警惕。虽然车辙印和踩踏的痕迹被刻意抹平过，但在番茄的洞察术下，还是发现了些端倪。在那边，跟我来。番茄顺着痕迹追了过去，萧秋月则是领着几十名校尉紧跟其后。很快，一个小湖出现在他们前面，番茄突然停了下来。怎么不走了？你傻笑什么？我知道劫匪把银子藏到哪里去了。藏在哪里？就藏在前面那个湖底中。什么？藏在湖里？
小声点，别刻意喊。我估计这附近应该有劫匪的人。为了不让盯梢的劫匪发现，番茄特意使用了内功传音。你是怎么知道劫匪将银子藏在湖里了？我沿着脚印一直追到这里就消失了，而且这荒山野岭的，也只有这个湖适合藏东西。把官银沉入湖底，确实是个牛逼的主意。走，我们去把附近劫匪抓住，再潜入湖底，看看官银在不在。不行，埋伏在附近的劫匪定然是高手，而且在这荒山野岭里想找到他们谈何容易啊，还容易打草惊蛇。那你打算怎么办？先四处搜寻一遍，然后装作没有发现就离开。就这样走了？可是，如果我们就这么走了后，湖中的银子被劫匪捞起来逃了怎么办？大白天的，这可是30万两银子，一时半会哪里能捞得完呀？听了番茄的分析，萧秋月默认了番茄的看法。随后，两人假装带着锦衣卫校尉在这山林附近转悠了一圈。大人，这里没有什么发现。收队，回去。怎么样了？发现什么线索没有？禀千户，我们已经发现劫匪藏银的地方了。哦，你说什么？你们发现了劫匪藏银的地方？快说，劫匪把官银藏哪里了？根据黄小琪的查探，劫匪很有可能把劫来的官银沉入了一个小湖之中。是哪个小湖？你是怎么断定劫匪把官银沉入了湖中？禀大人，属下跟着车着印来到了一个湖边，所以属下推断劫匪定是把劫来的官银沉入了湖底去。哦，那你们有没有潜入湖底查看？没有。哼，既然你推断劫匪把官银沉入了湖里，为何不派几名校尉潜入湖底查看呀？大人息怒，属下认为劫匪如果把官银沉入这个湖中，他们定会派人潜伏在山岭附近蹲守。如果我们当时去湖中捞银，就会打草惊蛇。你的意思是我们暗中监视这个湖，如果有劫匪来打捞银子，就将他们一举抓捕。牛人身为苏州锦衣卫的千户，顷刻间便猜中番茄的意图。番茄拱了拱手，试试拍了牛人一个马屁。千户大人英明，属下就是这么想的。这个新任小齐做事机敏，武功也不错，这双眼睛更是比我这五品宗师还要敏锐啊！传令，让小齐以上人员全部到这集合。大人，难道是发现什么线索了吗？方才黄小琪发现了劫匪的线索，推测劫匪是在半路将官银搬下车，然后藏到了一个小湖中。何总旗，你带着2名小骑扮成樵夫，去那个湖附近的山林砍柴，负责白天观察那个湖的动静。是，大人。赵白虎、肖总旗、黄小琪，你们晚上潜伏在小湖附近的山林中，如果有劫匪来打捞银子，不要打草惊蛇，跟着他们找到老巢，再回来禀报。是，大人。其他人等继续在附近搜查劫匪离去的踪迹。锦衣卫那边布置好任务后，而另一边黑衣人正在跟一名男子汇报情况。会长，锦衣卫今天去了那个小湖附近。锦衣卫这些鹰犬的鼻子果然灵敏，一定是你们昨天没有把痕迹清理好，这才会将他们引来。那现在我们怎么办？要不把沉入湖底的官银捞上来？今天去了多少锦衣卫？他们在小湖附近搜寻了多久？一共有几十个锦衣卫，领头的是一男一女，他们搜寻了大约1炷香的时间，随后就走了。这领头的一男一女，他们有没有来到小湖边查看，或是刻意的观察小湖？没有，他们应该没有想到官银被沉入湖底了。不一定，他们既然能找到那里，说明已经发现了什么，又怎么会想不到官银可能会被沉入湖底呢？那会长的意思是，这对锦衣卫男女是故意装的，就是让我们放松警惕。很有可能，他们是想在小湖附近埋伏，等我们去湖里捞银子，再将我们一网打尽。那这批官银我们不是白忙活了一场，不能去打捞了。这只是我的猜测，现在也不能确定，可能这些锦衣卫确实没有发现什么线索，我们要试探一下才能知道。试探？如何试探？今晚叫2个弟子去湖中捞1箱银子上来，你躲在暗中观察，如果有锦衣卫出现，就立刻将那2名弟子灭口，如果没有，那就证明锦衣卫并没有发现湖中有官银。会长说的对，属下这就去安排。入夜，3道黑影早早潜伏在离小湖100多米远的山林之中，几人正是赵百户、萧秋月、番茄3人。居然真有人来捞银子，看来那30万两的官银真的是在湖里了。怎么就来了2个人？这30万两银子可是整整150箱啊！这2个人又能捞多少啊？
劫匪不会一次性捞太多官银上来的，就算捞出来了，也没法直接用。在大楚，官银的底部刻有字样或图案，是不能在民间直接流通的，必须先熔炼成新的银锭或碎银，这才能在市面上流通。如果直接使用官银，被抓住可是要杀头的。这时，刚才潜入水中捞官银的劫匪上来了，走，跟上。这2名劫匪高兴地扛着1两银子回去，却不知自己已经是螳螂捕蝉的那只蝉。但是螳螂捕蝉，往往还有一只黄雀躲在暗处。不好，出事了！该死，有人刚才潜伏在这里，杀了他们灭口。赵百户虽然是2品宗师，可夜晚在密林之中，他也发现不了那道身影是朝哪个方向逃走的。看来劫匪今晚派这2人来捞银子，就是来试探我们有没有在湖边设伏。果然是够狡猾的。本来以为可以跟着他们找到老巢，没想到他们竟然杀人灭口。现在已经是打草惊蛇，后面再想抓人就更难了。这个杀手武功很高，只怕不在我之下，又是在夜晚的荒山野岭，我们已经无法追捕到他了。番茄哪里去了？这小子刚才不是还在吗？难道他是去追那个杀手去了？连我都没发现那个杀手是往哪个方向逃了，他应该发现不了。现在我反而是担心他被那个杀手干掉。大人，我们到处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那个杀手，或者确认下番茄到底有没有危险。这荒山野岭又是大半夜的，我们怎么找？走吧，我们先带着这箱子回去，希望这小子能命大一些吧。另一边，黑衣人在击杀2名劫匪后迅速遁走，现在在山岭4处绕了一个大圈，确定身后没有人追踪他时，这才折返身向苏州城方向飞掠而去。但是在他身后100米开外的地方，番茄一直悄悄地跟在他身后。围剿五湖会，出发！刘人带着500锦衣卫，后面跟着罗刺史调派的3000步兵。什么人？是我，参见萧长老。这段时间要小心点，别让鹰犬混了进来。原来这个杀手是五湖会的长老，看来睡银是被五湖会的人劫走了。先回去禀报牛千户吧，明日直接带人围捕了这五湖会。番茄，你昨晚去了哪里？禀萧总旗，属下昨晚去追那个杀手去了。哼，为何不通知我们，自己擅自行动？不知道很危险吗？这不，当时来不及通知2位大人吗？再说了，属下也是怕人多了会被这杀手察觉到。哼，那你一个人追踪，难道就能追到那个杀手了吗？属下昨晚还真就悄悄跟着那个杀手到了一处庄园。那个杀手轻功了得，你竟然真的追踪到了！快说，那个杀手逃到哪处庄园了？五湖会。五湖会，这么说来，劫走官银的可能就是五湖会的人了。走，我们去找牛千户。属下参见牛千户。你2人大早上就来找我，莫非是昨夜有何发现？禀大人，昨夜我们守在小湖边，果然有人从湖里打捞了1箱银子上来。我们正要追踪那2个劫匪，不料林中却另有黑衣人蛰伏，将那2个劫匪击杀。随后属下追踪那名黑衣人到了五湖会，听见守卫称他为萧长老。五湖门真是好大的狗胆，竟敢杀死500官兵，抢夺30万两官银。黄小琪听令，你速去刺史府，向罗刺史调派3000兵马前来锦衣卫协助围捕五湖会的劫匪。是大人。传令下去，所有锦衣卫校场集合。半个时辰后，罗刺史派都指挥使带着3000士兵，随着番茄来到锦衣卫衙门前集合。牛人也带着500锦衣卫出来，几乎是倾巢出动，围剿五湖会。出发！牛人带着500锦衣卫，后面跟着罗刺史调派的3000步兵，朝着五湖会的庄园出发。一炷香后，来到城西郊的一处庄园，将庄园围了个水泄不通。五湖会的逆贼听斩，速速出来受降，否则格杀勿论。会长，劫取官银的是东窗事发了，现在外面已经围满了锦衣卫，我们该怎么办啊？才2天，锦衣卫怎么那么快就查到我们五湖会头上来了？定是昨晚锦衣卫的鹰犬跟踪了萧长老，所以他们才知道官银是被我们五湖会的人所劫。萧长老，你真是太不小心了，这下我们全都完了。不可能，我昨晚已经非常小心，还在山岭4处绕了几圈，要是有人跟踪，我不可能不知道的。萧长老，我们知道你轻功不错，可你能保证锦衣卫没有比你轻功更好的人了吗？听见这名执事的牢骚，萧长老的脸色很是难看，却也没有接话。这时候心烦的常昊天开口说道：好了，不要再说这些没有意义的话了，现在大敌当前，大家还是齐心协力，想想怎么对付吧。还能说什么？只能是跟他们拼了，难不成我们都束手就擒吗？对，跟他们拼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要是被锦衣卫抓到赵宇，将会生不如死。拼了！拼了！拼了！
罢了，如今也只能是拒捕了。大家切记，不可硬拼，全力突围逃命，到西蜀会合。庄院大门外，牛人带着众人等了大半炷香，见庄门仍然紧闭，正准备挥剑直接冲杀进去。听令，随我剿灭逆贼！牛千户，你带着几百锦衣卫和几千官兵将五湖会围住，这是何意？哼，何意？你们五湖会好大的狗胆啊！居然敢抢劫30万两官银，残杀500官兵，这是想造反吗？哼！牛千户说我们五湖会抢了官银，可有证据？拿不出证据，那可就是栽赃陷害啊！我们锦衣卫抓人，何时需要证据了？等你们到了赵狱，自然就会招供。牛人哈哈大笑，随后大手一挥，一声大喝：“上！把五湖会的人全部抓起来！”一名先天6重的总旗带着人就冲了上去，他不知道眼前的人正是3品宗失敬的五湖会会长常浩天。找死！真雷长！逆贼，放肆！真雷长！早就听闻苏州锦衣卫千户牛人武功高深，看来名不虚传啊。此时，其他几十锦衣卫和常浩天带来的那10几名贴身弟子打战了起来。与此同时，庄院的其他方向，4名五湖会的长老、10几名执事带着几百五湖会弟子从后门突然杀出。五湖会的逆贼哪里逃？上，突围出去！几个小卡拉米赶着来送惊讶。闻言，几个后天8重境五湖会弟子提着兵器冲了过来，番茄双腿如风，施展封神腿，第3是暴雨狂风，朝着几名五湖会弟子击去。庶子休要猖狂！这2名执事的武功都达到先天3重境，可在番茄的封神腿之下，却丝毫没有半点招数。而另一边，萧秋月则是挥剑斩向一名灰袍老者。哼，能死在老夫1品宗师的手上，你也不亏了。一剑被震开后，萧秋月心中大惊。然而，灰袍老者右掌一翻，欺身而上，紧接一掌击向了他。完了，力道被泄，已经躲不掉了。正当此危急时刻，一道身影出现，双腿如闪电般踢向灰袍老者。这怎么可能？一个小旗居然能接下我1品宗师的全力一击！他不知道的是，番茄这个小旗其实只不过先天3重境而已，能接下他这一掌，那是因为番茄这腿蕴含了封神腿跟金刚不坏神功。先撤退吧，再拖下去一会，锦衣卫的援军来了，就很难逃出去了。现在想走晚了。封神腿第3式，暴雨狂风。瞬间，2人已在半空中腿掌心急上埋下，灰袍老者居然旋跳，就被踢死一脚，顿时向后倒翻，踉跄落地。好小子，你厉害！不过老夫是宗师境，被你踢一脚又能怎样？不怎样，谁疼谁知道。我不疼，你疼；不疼，我不疼。那你到底疼不疼啊？他喵的，你不疼我疼啊！小子，老夫不跟你们玩了。逆贼哪里逃？此时，五湖会的高手已经几乎死伤殆尽，牛人早已将五湖会会长常浩天击杀，萧长老也被捆了起来，剩余的几10名五湖会劫匪被带回了锦衣卫的赵狱。黄小琪，如果没有你发现劫匪把官银沉入湖中，我们恐怕很难找回这30万两税银啊！都是千户大人指挥得当，属下不敢贪功。本千户向来赏罚分明，这次你立了大功，我会上报领指挥使，为你请功，晋升你为总旗。谢千户大人提醒。3卫所的金总旗在这次抓捕行动时不幸殒命，现在就由你暂代3卫所总旗一职，等朝廷任命文书下来，你就是正式的锦衣卫总旗了。谢大人，属下领命。萧总旗在这次的税银被劫案中表现出色，我会在写给领指挥使公文中为你请功。大人，属下并没有什么功劳，会不敢当。萧总旗不用如此谦逊，你的表现本千户都看在眼里，往后定是前途无量啊！这些税银被劫案，萧总旗其实也就是打酱油的作用。千户这么夸萧总旗，还要为他请功，难道是？番茄心里也是疑惑的很，能让一个锦衣卫千户如此关照，这萧秋月到底是什么来头呢？不好了，不好了，这发源的假山自己塌了。我刚才好像听到什么恐怖的声音，比老虎的笑声还可怕。龙，有神龙！
公子，你刚才好像打出一条白龙出来，吓死我了。番茄在锦衣卫衙门签完到后，牛人带着他来到了三卫所大厅。胡总旗昨日殒命，也不知谁来当我们三卫所的总旗了。应该会从我们三卫所的3位小旗大人当中提拔一个吧。哼，那也未必，也有可能是从别的所调人过来。那3名小旗虽然都没说话，他们3个心里可都是在期待着能被提拔成总旗。此时见到牛人带着番茄走了进来，3名小旗心中不由凉了半截。众人停下了交谈，拱手向牛人一一参见牛先护。免礼。从今天开始，3卫所由番茄暂代总旗一职，你们都要听从他的调令，明白吗？是大人。虽然没能被提拔，但是番茄出任3卫所总旗也不是不能接受。参见黄总旗，虽然之前不在同一个卫所，但黄总旗大名那可是如雷贯耳啊。是啊，尤其是这起税银被解案，我们听说都是黄总旗您查探出来的。随着3位小旗的认可，余下的几10名校尉也全都对着番茄拱手施礼。大家以后就是同僚了，今晚醉仙楼我请客。醉仙楼啊，那可是苏城人尽皆知的好地方，平时咱们锦衣卫校尉可都消费不起啊。黄总旗上任第1天，居然就请咱们大搓一顿，太体贴下属了吧？以前都只有他们这些校尉请客讨好小旗和总旗这些大人，哪有总旗请校尉勾栏听曲的？番茄这招可是直接将3卫所的人心聚了起来。散职后，番茄带着3卫所的同僚踏入了苏城最为繁华的醉仙楼。一行人在曲乐缭绕的勾栏之中品茗听曲，尽享着短暂的闲适，还把萧秋月也请了过来。恭喜高升啊，黄总旗！哎呀，只是暂代总旗而已。其实我还是喜欢待在9卫所，成为萧总旗的属下。有官升不好吗？为什么还想做我的属下？番茄瞥了一眼他那妙曼的身材，意味深长的笑了笑。我跟着萧总旗你，日后萧总旗高升，那我不就也跟着高升吗？况且萧总旗可是要才华有武功，要武功有外貌，要外貌有家世啊。不是，我怎么听你这话有些不对劲呢？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我对萧总旗的敬仰，那可是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犹如那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又犹如……打住！不过呢，我倒是要好好谢谢你。谢我什么？谢你救了我一命啊！在围攻五湖会时，当时我被那个灰袍老头扣住手腕，本来以为完了，还好你及时出现。嘿，小事一桩，谁要是对我萧总旗不利，我当然是不能袖手旁观的。行了，别贫嘴了，我萧秋月欠你一个大恩情，往后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全力相助。那我就先谢过萧总旗了。萧秋月在京城有背景，有他这句话，以后要是真遇到什么困难，找他帮忙，也许真能解决。就这样，又是一天勾栏听曲的悠闲时光后，番茄回到自己居住的小院。恭喜宿主破获了摄影案，奖励绝世神功降龙18掌前6式。哦，降龙18掌啊！降龙18掌前6式为：第1式亢龙有悔，第2式飞龙在天，第3式剑龙在田，第4式鸿渐于陆，第5式潜龙勿用，第6式力射大川。降龙18掌越往后的招式威力越大，内功的深厚也决定了降龙18掌所发挥出来的威力大小。我先来试试这降龙18掌的威力。有神龙！公子，你刚才好像打出一条白龙出来，吓死我了！出什么事了？不好了，后花园的假山自己塌了。我刚才好像听到什么恐怖的声音，比老虎的笑声还可怕。卧槽！我刚才看到半空中出现一条白龙，不会是眼花了吧？哎呀！我也看到了一条足有5、6、7、8、9丈高的龙。骗人啊！龙怎么会出现到我们皇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刚才的龙吟声跟假山轰碎声，让整个皇府都热闹了起来。黄百万带着几个家丁急忙来到后院。小院内那座假山已经被轰成了一滩碎石。这降龙18掌威力居然这么大，还好就出了1掌，要是把6掌都打出来，还不得将这皇府给拆了？儿子，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是我刚才练武功，一不小心把假山给打碎了。什么？你一掌把假山打碎了？你当这假山是豆腐做的呀？臭小子，你现在吹起牛，可比你老爹我都离谱了。老爷，这假山确实是被公子一巴掌给拍碎的。我刚才可是看见公子拍出来一条大龙，然后假山就给轰碎了。好小子，你武功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了？我成为锦衣卫后，就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天天在梦里传授我各种武功绝学。哦，怪不得你这臭小子自从加入锦衣卫后就变得越来越厉害了。原来如此。番茄随口胡诌的话，让黄百万信以为真，就又跑去感谢老黄家祖坟了。1日，查检总旗贺禄带着100力士，押着10几辆马车回到锦衣卫衙门。
这些马车里装的都是从五福会运来的。参见刘千户。贺禄，五湖会的产业抄完了吗？属下正是来禀报超没资产数目的。牛人接过清单一看，上面写着黄金共计5431两，白银共计217853两，铜钱56700贯，珍珠玛瑙玉石等共计3箱，房产店铺地契共计33处。这五湖会是富得流油啊！可为何还要冒着风险去抢夺朝廷官银呢？属下在五湖会发现了一个地下大厅，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熔炉，是用来熔炼官银的。贺禄还发现很多打造兵器的讲台，地下大厅中堆放了上千件的各种兵器。难怪五湖会要抢夺官银了，居然是为了私造兵器。看来此事还有些蹊跷啊，是要好好审审这些五湖会的逆贼了。牛人把五湖会搜抄出来的东西按老规矩留下5%，剩余的上报了朝廷，随后让人叫来了番茄。参见牛千户，不知大人召见属下有何吩咐？刚才贺禄来禀，五湖会在地下密室里私造兵器，叫你来是让你跟我去审一下被抓的五湖会弟子。一个江湖帮会私造兵器，这是要谋反。只是单凭一个五湖会，他们不太可能敢这么做才对。牛人带着番茄来到了地牢，正准备提审萧长老。这时掌管地牢的牢头上前禀道：启禀前户，地牢关押了五湖会小长老，以及2名执事都自断经脉而死。这3个被点了穴道的男人，却自己运功冲破穴道，然后自爆了经脉而亡。这未免太巧了吧！我们刚准备提审他们，他们就自断了经脉。牛人伸手抓过萧长老尸体的手腕，运起真气探去，果然发现萧长老体内的经脉全都寸断。体内经脉寸断只有2种可能，一是有高手将内力灌入死者体内震碎经脉，再者就是死者运功自爆了经脉。只是他们的武功都被封制住了，按理来说他们是没办法运功自爆才对啊。可若说是有人用内功震碎了他们3人的经脉，那更不可能啊。为何不可能？难道不能是有高手潜入监牢吗？不会的，这里可是锦衣卫诏狱，铁栅都是碗口那么粗，外面还有层层高手看守。就说门口那2扇大铁门，哪怕是9品宗师也破不开。犯人是什么时候死的？禀大人，就在刚刚，有狱卒听到他们惨叫一声，属下过来时，他们已经七窍流血而死了。不是封了他们的穴道吗？他们又如何能运功自爆经脉？其实对于萧长老这种武道宗师来说，只要有时间，冲破被别人封制的穴道并非很难。教主坐在，好好验一下尸体。我们先去审一下剩余的五湖会弟子。随后，牛人对五湖会的几10名弟子进行审问。在锦衣卫1518个大餐的招呼下，五湖会弟子根本就扛不住。招不招？我就问你招不招？哎呀哎呀！别争了，招我全招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都不懂吗？非要尝尝我们锦衣卫的大餐才肯说。大人啦，从昨晚打到现在，整整981个小时，就一直问招不招，招不招。你倒是告诉我，想让我招什么？千户大人，你没说让他招什么？我没问啊，不是一直都是你在审吗？那就是搞错了，我们再来一遍。啊！别来了，别来了！我们五湖会跟大楚上摆个这种帮会结成联盟，就是想推翻腐朽的大楚王朝，建立新政。我操！没想到啊，竟然有上百个和五湖会一样的谋反联盟组织。那你们是由哪个帮会统领的？我们听从一个神秘教会的指挥，但是那个神秘教会叫什么，在哪里，我们这些普通的弟子就不知道了。唉，可惜萧长老和那2名执事自爆经脉而死，否则酷刑严审之下，也许能从他们嘴里得到一些信息。此事关系重大，牛人当即写了一封800里加急密报送往京城，将这个案子禀报给锦衣卫指挥使凌啸天。凌啸天，皇帝御赐蟒袍的锦衣卫指挥使，武功高深莫测，统领着3万锦衣卫，不管是在朝堂还是江湖各派，那都是凶名赫赫的人物。凌指挥使，苏州锦衣卫牛千户送来800里加急密报。800里加急密报，难道苏城出什么大事了吗？凌啸天的表情越来越凝重，他怎么也想不到，小小的观音家竟然牵扯出一个联盟密谋造反的惊天大案。上百个帮会组织，少说也有几万人，而且是训练有素的武者。传令让4大镇抚使前来锦衣卫总衙议事。4大镇抚使分别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4人武功高绝，最弱的玄武也达到了9品宗师初期境。东镇抚司抚使青龙前来报道。南镇抚司抚使白虎前来报道。西镇抚司抚使朱雀前来报道。北镇抚司抚使玄武前来报道。传令大楚所有的锦衣卫衙门暗中调查大楚境内所有帮会组织以及背后那个神秘教派，一旦发现哪个帮会有谋反迹象，立即清剿。
苏城方面，牛人也调动数百锦衣卫，在暗中调查苏州郡内的所有大小帮会组织。只是苏城境内的帮会多达数百个，根本就调查不过来。1个月过去了，依然毫无线索。恭喜宿主境界突破先天7重境。童子，以我现在的修为，施展封神推与降龙18掌，1品宗师境的高手，应该不是我的对手了。3更时分，城西正4品武官曹仁七都尉的府邸，一道黑影飞掠进入曹府。他在屋脊上四处飞掠，一间间的搜寻着什么。讨厌死了，肺都弯了。蒙面人掏出一柄飞刀，蓦然射向那个埋头苦干的曹仁七。有过经历的人都知道，这种时候肯定是防不胜防。但曹仁七能做到4品都尉武官，武功又岂是泛泛之辈？来人，有刺客。曹仁七，拿命来！抓住他，快抓住他！保护大人。你究竟是何人，竟敢前来行刺本官？取你狗命之人，曹贼，拿命来！就在蒙面人挥剑劈向曹仁七时，一旁的侍卫全都攻向黑衣蒙面人。7、8名先天境的侍卫一时间居然拿不下他，双方激战了1炷香后，蒙面人一个闪身向外飞逃了出去。小的拜见牛千户。起来吧，曹都尉让你来找本官，所为何事？林千户，昨夜曹府来了刺客，我家老爷被刺客飞刀所伤。哦，刺客，这刺客是何人，竟敢行刺都尉大人？抓到他了吗？这刺客武功极高，所以我家老爷这才差小的前来求助锦衣卫抓捕这个刺客。我锦衣卫天天大案要案不断，哪有空给你家都尉抓什么刺客？这事你应当去县衙找衙役才是。我家都尉知道千户大人公务繁忙，特让我带来300两黄金，协助锦衣卫办案。抓住那刺客后，我家老爷会再奉上黄金500两。这个可恶的刺客居然敢行刺朝廷命官，太无法无天了！一切稍待后，本千户这就调人随你一同前往曹府。谢千户大人。随后，牛人让番茄带人跟着曹管家去了都尉府。锦衣卫总旗番茄见过曹大人。虽说锦衣卫有谏官大3级的说法，可曹仁七毕竟是正4品武官，比番茄这个正7品总旗可是足足高了6级，该有的礼数还是要有的。黄总旗客气了，快快请上座。曹大人把昨夜遇刺的情况详细的说来听听吧。哼，这个牛人竟然只派一个20出头的毛头小子过来，这不是摆明了敷衍吗？虽然那300两黄金让曹仁七心疼了1秒，但他还是给番茄说起了昨夜的事。昨夜大概3更的时候，本官正在房中与侍女谈心，怎料那刺客突然从窗外射入一柄飞刀，直刺本官的心窝。还好本官一哆嗦，反应了过来，不然就嘎了。卧槽，你特喵的，半夜3更还在跟侍女办正经事，这小日子生活过得挺滋润的嘛。能在都尉府里来去自如，还能刺伤都尉后安然离去。这么说来，这个刺客的武功很高了。以本官昨夜与他交手来看，他的武功不在本官之下，要不是本官专注办事，怎能被他所伤？那不知曹大人的武道达到什么境界？我已经是1品宗师境了。如此说来，这个刺客的武功大概也在1品宗师境。1品宗师，我还是可以拿捏的。不知黄总旗可有把握能对付得了这个刺客？曹仁七这么问，言下之意就是这刺客的武功已经是宗师境，你个总旗就别来瞎掺和了，哪凉快哪待着去。哼，这个嘛，曹大人就不必操心了。牛千户既然派我来帮曹大人抓刺客，那我就一定要完成牛千户交给我的任务。这个小总旗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达到宗师级武功的刺客，他居然还敢说能完成任务。这么说来，黄总旗的武功定是在那刺客之上了，那本官就放心了。曹仁七的话虽然听着没有半点讥讽，但却多多少少带着点揶揄的意味。曹大人就不用打探我的武功修为了，你只需要明白一件事情：牛千户既然调派我过来，定有他的道理。难不成曹大人这是对我们牛千户不信任吗？果然锦衣卫都不是省油的灯，这小子竟然拿千户来压我。牛人是苏城锦衣卫的最高指挥官，算是皇帝派遣在苏城的钦差大臣了。曹仁七担心番茄回去后跟牛人添油加醋说他一通坏话，那他曹仁七恐怕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连忙拱手服软。黄总旗误会了，下官没有半点对牛千户不信任的意思，刚才要是有不当之言，还请黄总旗多多担待。管你多大的官，我锦衣卫只要看你不顺眼就直接开剁，这下老实了吧？我也就是随口一说而已，曹大人不必紧张。随后番茄又询问了一些情况，猜测刺客应该是来自仇家，只不过曹仁七也记不起自己到底得罪哪些人。
我毕竟是统领上万兵马的都尉，这在我手上丧命的也不少，实在想不起来了。刺客此次行动失败，估计会更加小心。这样吧，曹大人贴出告示，寻找名医前来医治伤势。刺客见了，并以为你伤势严重，说不定会假扮名医，设法再趁机行刺曹大人。这告示上写的什么？有没有谁识字的？给我们大伙念来听听。四周虽然围满了许多看热闹的吃瓜群众，但是大多数百姓都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这上面说都尉大人被刺客所伤，现在寻访名医，只要能救治都尉大人，就赏银1万两。赏银1万两啊！要是俺能医治好都尉大人就发了。不愧是都尉大人，一出手就是1万两银子。还是当官挣钱啊，随随便便都能拿出上万两银子。我们这些穷苦老百姓，全家1年也挣不到10两银子。不过这个刺客真是好生大胆，居然敢行刺朝廷命官，真是提着灯笼挑粪。这些贪官就没一个好东西，不知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那刺客怎么就没一刀劈了他？老哥，你不要命了？这种话你也敢在大庭广众下说出来，小心被抓到衙门去吃板子。围观的百姓都七嘴八舌，议论纷纷，而人群中却有个中年汉子也在看着告示。2天后，曹府大门外来了个提着药箱的郎中。只见郎中须发洁白，但看起来身体却很硬朗。敢问这里可是曹大人的府邸？没错，这里正是曹都尉大人的府邸。你是来给我们家大人治病的郎中吗？老朽潜心学医40余载，曹大人的伤势，老朽自信还是能医治好的。已经来了许多个郎中了，都说自己医术高明，还不是都被轰了出来？管他呢，先带他进去，一会反正医不好又不会给银两给他。说罢，一名家丁便带着老郎中进了曹府。林老爷，又来了位老郎中，他说能治好您的伤势。把他带过来吧。是。看来想要和黄总旗悠闲的喝杯茶都能啊。说罢，曹仁七起身躺好在床榻之上，番茄也站起身来，腰杆挺直的侍立于一旁。不一会，家丁便带着老郎中进来。敬我曹大人。免礼，只要你能治好本官的伤病，本官赏银1万两。曹大人，草民先帮你把把脉，再为你施针。此时一旁的番茄使用洞察术暗中观察着老郎中。这个老郎中跟之前的不一样，胡子是贴上去的，而且眼里藏着杀机，周身真气烈，有问题。其实老郎中的伪装一般人是发觉不了的，不信你艾特你的朋友来看看。但是番茄拥有洞察术，一眼就看出了这是那个刺客假扮的。这刺客果然是中计了。而装病的曹仁七却没觉察，只是跟往常一样暗中运起真气以防万一。突然老郎中左手扣住曹仁七手腕，右手3根银针同时射向曹仁七的3柱大穴。好在曹仁七早有防备，在老郎中扣向他的手腕时，曹仁七顿感不妙，运功挣脱了被老郎中扣住的手腕，而3根银针也都撞击在他身上的护体铁板上。抓刺客！10几个府中高手围着刺客大战了起来。刺客虽然被10几名先锋令高手围攻，却是丝毫不落下风，毕竟他可是宗师脚下人者。先看会热闹吧，本总旗是不能轻易出手，不然一个打10个，又是在老头啊。谁若拿下这刺客，赏银1万两。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莽夫。先天9重境的护院总管提了一柄200斤重的大刀，猛地劈向刺客。刺客身形一鸣闪开，一掌击飞护院总管，而刺客却借着这一掌的反震力，向后飞出，准备逃走。给我追，绝不能让他逃了！这时一道身影闪过，瞬间便追上那刺客。机会来了，1万两银票在招手。我还以为这小子是个关系户，没想到人家是个实力派啊！要是我能学会这种神功，何愁不平步青云啊！多谢黄总旗出手，想不到黄总旗居然有如此神功，本官真是敬佩之极。方才曹大人说了一句什么？多谢黄总旗出手。不是这一句，是在围捕那个刺客时，曹大人说了一句什么话？好像说谁若拿下这刺客，后面是什么来着？我忘了。卧槽，这小子怪不得一直等到这一刻才出手，原来你特么是奔着这1万赏而出手的。虽然曹仁七心里很是不爽，但脸上却露出恭敬的笑容，对着番茄说道：本官是说，谁若拿下这刺客，赏银1万两。现在黄总旗拿下了这刺客，本官自然要上。不对，是奉送黄总旗1万两以作献议。说罢，曹仁七回密室取出10张面值1000两的官家银票过来，双手递给番茄。黄总旗，小小意思，不成敬意。我也就是随口问问而已，曹大人不用当真。这小子得了便宜，现在又装起清高来了，难道还要本官哄着你收下是吧？
曹仁七虽然心中又气又无奈，但嘴上还是客客气气的，不敢有丝毫怠慢。必须的，必须的！黄总旗帮本官抓到了刺客，1万两银票，黄总旗务必收下，切莫推却。哎呀，曹大人太客气了，我这怎么好意思呢？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这1万两银票。卧槽，炉火纯青的不要脸，真是让我甘拜下风啊！1万两银票，我黄家1年的纯收入也赚不到这上万两银子，现在轻轻松松的搞到手，还不用出1分本钱，而且是都尉大人非要给我的。你这厮到底是谁？为何要刺杀本官？曹仁七，你这个恶贼！10年前你奸淫我妻，杀我全家，诬陷我通倭叛国，我与你不共戴天！吴震，你居然没死！曹贼，你还认得老子？当年老子被你带人追杀，掉入悬崖，命不该绝，幸被我师父救走，传我武功，只可惜还是没杀得了你这恶贼。番茄在一旁静静的听着，不由得直皱眉头。本来以为这个刺客就是单纯的跟曹仁七有仇，没想到居然是如此深仇大恨。此时番茄有些疑虑，如果这个武震说的是真的，番茄都后悔不该出手抓到武震，甚至恨不得帮武震杀了曹仁七这个狗官。以我的洞察术观察，这个武震不像在说谎啊，而且妻子被人奸淫，全家被杀，谁会拿这种事说谎？武震，你休得血口喷人，你勾结倭寇，家中搜出与倭寇的来往图像，你还想叫奸淫在自杀本官，实属罪大恶极。这个小伙穿越成富家公子，晚上却要去做贼，原来他是一名锦衣卫，正准备去夜探曹府。不好了，不好了，公子要去做贼了！死八公，你鬼叫什么？你个死八公，这段时间翅膀又变硬是吧？这鹦鹉正是几个月前番茄买回来的，只是他像个八婆一样废话太多，但又是个公的，所以就取名八公了。公子饶命，你快松手，我不告诉老爷你去做贼的事情了。我操！死八公，本公子这么有钱，还用得着去做贼吗？你可真是个蠢女。蒙着个面出去，肯定是要去做贼。虽然你有钱，但难保不会是想出去做个采花贼。哎呦我的妈！本公子是出去查案，什么采花贼？你这死八公可别乱说。公子，本鸟也要跟你一起去查案。啊！曹大人，你这是想要杀人灭口吗？黄总旗，你这是说哪里话？本官为何要将他杀人灭口？哼，既是如此，那曹大人为何刚才要一掌击响他的天灵盖？黄总旗，我朕这厮勾结倭寇，现在又刺杀本官，这种人还留着做什么？倒不如直接杀了省事。曹贼，你放屁！你伪造书信诬陷老子通倭，不过是怕我报全家之仇，就出此毒计陷害我而已。吴震，你休要再狡辩，你可知道这位大人是谁？他不过是跟你同流合污的奸佞。他可是锦衣卫的黄总旗，你若再不老实招认，等到了锦衣卫诏狱后，让你尝尝108种酷刑。曹仁七这番话是在威胁武震，劝他现在认罪，毕竟就算是钢铁汉子，到了诏狱后，最大的渴望就是能够一死了之。呸！锦衣卫诏狱又如何？哼，我武震行的正坐得端，不会任拿莫须有罪名的。哼，是吗？本官现在就把你带到锦衣卫诏狱，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到底有多硬。曹仁七担心武震被带回去后，查出武震确实是被他诬陷的，那他曹仁七恐怕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黄总旗，依本官看，武震这厮就算打死也不会认罪的，倒不如直接杀了省事。哦，曹大人，锦衣卫办案还轮不到任何人来指手画脚，明白吗？本官明白，本官明白。番茄押着武震回到锦衣卫衙门，没有将他直接关到诏狱去，而是把他带到自己的脂肪中。吴震，你说曹仁七在10年前建议你的妻子，杀害你全家，又诬陷你通倭，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10年前，我本是苏州军营的一名百夫长，而那时曹仁七是千夫长。一日，我请曹仁七来家中做客，好酒好菜招待他，岂料竟是引狼入室。曹贼竟趁我内人给他斟酒时，偷捏了我内人的大腿一下。我当时并未注意到曹贼的这一举动，而我内人也害怕我会找曹贼拼命而惹来祸端，因而不敢吭声。第二日，曹贼就借故调我带兵去盐城搜寻倭寇，而这曹贼却趁机在当夜潜入我家，奸淫了我内人。你人既在盐城，后来又是如何得知这一切的？2天后，我从盐城返回家中，见到我的妻子，她已经悬梁自尽。她留下一封书信，告诉了我事实真相。阿震，我对不起你。2天前你离开后，曹仁七过来将我玷污，还让我以后主动配合他。他说我如果不配合，就要诬陷你通敌。阿震，我没脸见你了，来世我再嫁你为妻。我当时悲愤交加，当即就要去找曹贼拼命，谁想这时曹贼带着人抓捕我，说我勾结倭寇。我发了皇室的要与曹贼拼命，只恨武功不如曹贼，身负几处刀伤。震儿，快走！
看着父母惨死在曹贼刀下，我心如刀绞。但我知道，此刻不是悲痛的时候，只有逃走留下一条命，才有机会回来找曹贼报仇。武振双拳紧握，怨恨地看着番茄。今日若不是番茄出手，他就算杀不了曹仁七，以后还能有机会。可现在，武振已经知道自己的悲惨下场了。武振，你所说的话我自会去查清的。如果事情属实，本官会还你一个清白的。你真的会为我查清真相？那曹仁七现在可是正四品都尉，手握上万兵马，你真敢将他绳之以法？正四品都尉算个屁！哼！就算是一品大神，只要犯了案，我也照抓不误。这天下的官员，就没有我锦衣卫不能抓的。若大人肯为草民伸冤，惩治曹仁七，我武振以后这条命就是大人的。我先将你关入地牢中，等我查清事实后再来审问你。恭喜宿主抓捕到刺客，获得30年内功奖励。修为已经是先天9重境了，再有个30年内功修为，到时候便可突破1品宗师境。宿主努力上班打卡，很快就能突破到宗师境了。以我现在的实力，在整个苏城锦衣卫里，也仅次于牛千户牛人了。参见千户大人。曹都尉被此案，你调查的怎么样了？禀大人，刺客已经抓到，现在正关在地牢里。哦，这才3天功夫，你是如何抓到这刺客呢？番茄把自己用计引刺客扮作郎中过来，再出手抓获的事情大致说了一遍。不错不错，你不仅武功高强，心思也很缜密，难怪能3天就抓到这个刺客。多谢大人谬赞。这个刺客是什么人？他为何要行刺曹都尉？这些你都要审问清楚，再把他送到刑部定罪斩首。禀大人，这刺客名叫武振，原是苏州军营中的一名百夫长。番茄把武振的事原本地向牛人述说了一遍，牛人听罢也是一脸惊愕。若这武振所言所实，这曹仁七简直是禽兽不如。依属下对武振的观察，他应该不是在撒谎，倒是这曹仁七当时就急着想一掌劈死武振。曹仁七好大的狗胆，居然敢在锦衣卫面前想杀人灭口，真是不知死活。由此可见，这武振所言定是不虚。大人明察秋毫，属下也是这么认为的。你去暗中调查一下曹仁七，看看能不能找到他其他不法罪证。若是找到，就将他抓到锦衣卫审问，到时候让他交代10年前的罪行。10年前的罪证自然是难以查到了，但其他罪证还是有可能的。毕竟曹仁七随手就能拿出上万两，实在很可疑。禀千户大人，曹都尉求见。带曹大人进来吧。下官见过牛千户。曹大人请坐。曹大人到锦衣卫衙门来，不知所为何事啊？牛千户派黄总旗前来抓住了这个刺客，下官是前来谢过牛千户的。说罢，曹仁七摆了摆手，随行侍卫捧了一个锦盒呈了上来，放到牛人的案桌上。曹大人客气了。应该的，应该的。不知这个刺客是否已经被关入诏狱之中了？行刺朝廷正4品官员是重要犯人，自然要关入诏狱之中，还要审一下这个刺客为何要刺杀曹大人。这个武振冤怀恨下官揭露他同窝，于是就来行刺下官，现在居然编纂出一段荒谬的故事来诬陷下官，想博得黄总旗的同情。曹仁七露出一脸愤懑之情，那演技真是让很多专业演员都自愧不如。牛人听得心中冷笑连连，脸上却不动声色，故意问道：哦，这个刺客，他编纂出什么故事来诬陷曹大人呢？黄总旗没有向牛千户禀报此事吗？黄总旗只向本千户禀报抓到刺客，其他的事情他没有多说一个字。还以为番茄那小子回到锦衣卫会添油加醋的向牛人禀报这件事情，是本官误会他。曹大人，你怎么不说话了？这刺客到底污蔑你何事啊？知道番茄没有把这件事情向牛人禀报，曹仁七就有些尴尬了。他心里那个后悔啊，自己竟然搬砖砸自己的脚。这个武振污蔑下官当年奸淫他老婆，这武士虽然长得颇有几分姿色，但下官又不是没见过美貌女人，如何会做出这等禽兽不如的事情啊？哼，这厮都承认武士生的貌美，显然当时已经是动了淫邪之心了。曹大人放心，这件事情我们锦衣卫一定会调查清楚，还曹大人一个清白。卧槽，本官没想让你追查下去啊！本官想要清白，还用得着跑来给你送黄金？曹仁七知道，虽然当年的事情很难查出来，可要是查出他其他不法罪行，那就得下诏狱了。当年的事哪里还查得清了？牛千户也不必浪费锦衣卫的人力了，不如早点处死武振，了结此案。
不急，这个武镇设计通过，又刺杀朝廷令官，必须严加审问，看看有没有同党，岂能这样草草结案？这牛人应该是故意想以此事拿捏我。如果真是如此，我倒是还好办了。牛千户，下官有一事要和大人密谈。你们都退下去吧。是。牛千户，这3万两银票是下官的一点小心意，请牛千户笑纳。哦，曹大人，你这是何意呀？还请牛千户早点处死这个武镇，不然下官寝食难安，怕他哪天逃出来又来行刺下官。曹仁七的话虽然没有挑明，但是他知道，只要牛人收了他的银票，这事就算成了。曹大人的心意我懂，放心吧，这个武镇活不过今天晚上。那就多谢牛千户了。另一边，番茄本来打算让手下的小齐去蹲守曹仁七，但是手下的小齐修为不够，所以只能自己出发去曹府，也就有了开头那一幕。死八公，你鬼叫什么？你个死八公，这段时间翅膀又变硬是吧？这鹦鹉正是几个月前番茄买回来的，只是它像个八婆一样废话太多，但又是个公的，所以就取名八公了。公子饶命，你快松手，我不告诉老爷你去做贼的事情了。我操！死八公，本公子这么有钱，还用得着去做贼吗？你可真是个蠢鸟。蒙着个面出去，肯定是要去做贼。虽然你有钱，但难保不会是想出去做个采花贼。哎呦我的妈！本公子是出去查案，什么采花贼？你这死八公可别乱说。公子，本鸟也要跟你一起去查案啊！带着你这贱鸟出去叫个不停，这不是坏了本公子的大事了？我不会乱叫的，一切都听公子指挥。要是让八公去监视曹仁七，不仅不会让别人发现，而且我还可以回来睡觉。不错不错，你帮本公子去监视一个人，把他的一举一动都告诉我。做好了这件事情，本公子有赏。你赏什么东西给本鸟？要不赏几只漂亮的小母鸟给你玩，怎么样？这些番鸟哪里能配得上本神鸟？本神鸟才不稀罕呢。那你想要什么奖赏？你赏本鸟一些丹药灵果吧。你这贱鸟还想吃丹药灵果？你这是想修炼成精啊？我之前的主人给我吃过一颗丹药，从那之后我就开了智，什么话一学就会，什么意思都懂。哦，原来如此，怪不得你这贱鸟这么聪明，原来是吃了开智的丹药。那你现在还想吃什么丹药？本鸟要吃炼气的、碎体丹这些。你给我看好了曹仁七，要是能带回有用的信息，本公子就赏你几颗丹药。一人一鸟飞出了皇府，很快就来到了曹府。那个人他叫曹仁七，是朝廷官员，你时刻盯着他，把他一天到晚去了哪里，见了些什么人，收了什么礼，做了什么事情，都要向我禀报，明白吗？明白明白。本公子现在要回去睡觉了，你就留在这里盯紧了，明天早上再回来向本公子汇报。放心吧，公子，别忘了到时买丹药给本鸟吃。番茄竟然让一只纨绔鹦鹉去盯梢，然后等目标睡着后再回来汇报情况。死八公，你昨晚都有什么发现？哎呀，我操！昨晚那个男人和那2个女人打了一晚上的架，娘的耶，把衣服都脱光了的，打的那2个女人哇哇大叫。这是什么男人啊？这么狠毒的打女人，真是太可恶了。对了，这曹仁七除了和那2个婢女打架以外，昨晚有没有出去过？没有，他们3个打完架就睡觉，睡了一觉又接着打，然后又睡。早上起来又打了一架，我就回来禀报公子了。卧槽，曹仁七这老色批真是头生口痒。滚吧，继续去监视曹仁七，晚上他睡了以后再回来向本公子汇报。是，公子。公子，你让八公帮你查啊。八公是本公子的秘密侦探，你可别对任何人说，晓得不？我知道。曹仁七怎么也想不到，盯他梢的居然是一只会飞的鹦鹉。此时他正乘坐着马车，在街巷中7转8拐后，来到了一座楼前。你们几个守在外面，1个时辰后本官会出来的。眼前这个地方正是喷泉阁，曹仁七放着家里那么多美妾婢女还不知足，竟然跑来这苏城最有名气的青楼，到底是为了什么？哎呦，我的曹大人，您可来了！宁香姑娘这几天可都在想着您呢。本官今天想换换口味。要不花娘今晚来伺候一下本官？哎呦，曹大人，您可别拿老身开心了，还是去找宁香姑娘吧，她现在可是正等着曹大人呢。说罢，花娘领着曹仁七来到后院的一座阁楼，支棱着嗓子喊了起来：“宁香啊，曹大人来了，还不快出来迎接？”奴家见过曹大人。奈子小姐，本官要如何才能得到你呢？住口，叫我宁香。
怕什么？这里都是你们的人，没人听得到的。什么叫没人听得到？难道本鸟不是人吗？小心点好，要是让锦衣卫的人知道了我的身份，恐怕你曹大人也要进教育吧。今晚找我来有什么事吗？我们会长有事找你，跟我来吧。渡边君，你找我过来是有何吩咐吗？曹大人，你还是叫我马会长吧。是马会长。曹大人，今天找你过来是有2件事让你办。不知道马会长想让我办哪2件事呢？帮我安插4名瀛州武士到刺史府中做侍卫。另一件事就是派人帮我运送100万斤海盐到东升商会总部。大楚的盐都是由盐政司掌控的，商户要是贩卖私盐，轻则鞭笞50，重则抄家流放，但往往风浪越大鱼就越贵。你们大楚的盐价太高了，而我们瀛州有的是海盐，运到你们大楚来卖，我们定能好好赚上一笔。我去运送海盐倒是没人敢查，只是这安插瀛州武士到刺史府做侍卫，这个有点不好办啊。曹大人不用担心，我早已计划好了。明晚我会派人袭击刺史府，曹大人带人前去救人，然后就可以留下几10名护卫在刺史府加强防卫。马会长放心，本官一定会帮你办好这2件事情的。随后，曹仁七从喷泉阁出来，一路返回了曹府。这次八公是不是被哪只母鸟勾走了？今天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回来汇报情况呢？公子，本鸟回来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是有什么情况吗？今天晚上曹仁七出去玩了。哦，他去哪里玩去了？曹仁七去了一处青楼玩了。青楼？你有没有看见青楼牌匾写的什么名字？好像是叫什么喷泉阁来着。喷泉阁，番茄当然知道，这可是苏城最有名气的青楼，他和同僚们也逛过一次，不过只是喝花酒，听听小曲而已。尼玛，这曹仁七还真是精力旺盛，居然还去喷泉阁打野食。那今晚曹仁七是去喷泉阁找了几个女人打架？曹仁七在喷泉阁没有和女人打架，是回府后才和女人打架的。去喷泉阁没找女人打架，那这老色批去喷泉阁做什么？屏幕的观众顿时觉得这件事很不正常，就让八公详细说一下当时的细节。八公戏精附体，立马惟妙惟肖给番茄表演了起来。曹仁七进了喷泉阁，一个叫花娘的女人就过来招呼他。哎呦，曹大人你可来了，宁香姑娘这几天可都在想着大人您呢。本官今天想换换口味，要不花娘今晚来伺候一下本官如何？然后那个花娘就把曹仁七带到后院的一座阁楼处，一个叫宁香的女人把曹仁七进了房间里。快说，曹仁七和那个宁香在房间里说了些什么话？你全部都学出来。曹仁七说：“奈子小姐，本官要如何才能得到你？”然后那个宁香就很生气地说：“嘿，住口，叫我宁香。”曹仁七叫喷泉阁的花魁宁香为奈子小姐，这听着怎么有点像瀛州女人的名字？然后那个宁香就说：“我们会长有事要找你谈。”会长，还有瀛州女人，难道是？我操！曹仁七通窝了。番茄这下明白过来了，这个叫宁香的花魁可能是瀛州的间谍。更没想到的是，曹仁七这位手握上万兵马的正四品都尉，居然私通倭寇。死八公，你快说，那个曹仁七后来和那个会长都说了些什么？不知道。什么？我操！你不知道？这可是至关重要的信息啊！你这贱鸟居然在关键时刻说不知道。本公子不是让你盯紧曹仁七吗？你不会是看到哪只母鸟追过去泡鸟去了吧？快松手，快松手！你想掐死本鸟啊？那你说为什么会不知道曹仁七他们谈了些什么？本鸟一直在窗外听着，可是后来就没声音了。怎么会就没声音了呢？我听到枪响了几下，然后房间里的人影起身走了几步就不见了。墙上有响声，人影不见，莫非是这房间里还有秘书？几个男人太奇怪了，竟然自己往10几米深的水井跳下去。其实他们是在躲避锦衣卫的抓捕。把东升商会全部围住。会长，2名武士和2名忍者已经混进刺史府了，什么时候动手？哼，不急，等时机成熟再挟持落刺史，用他的官印调动兵马。会长大人，大事不好了，商会被锦衣卫包围了。什么？锦衣卫怎么会突然包围商会？不好，定是那曹仁七败露了。大爸，那就将这些锦衣卫全都杀了。村野君，不可冲动，锦衣卫有备而来，我们未必对付得了他们，还是从密道逃走吧。渡边带着10几名成员来到后院的一口井边，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把所有人都抓起来！东升商会宅院里这些扮作杂役的男人，其实都是瀛州武士。看到锦衣卫冲进来抓他们，全都拿起鱼叉与锦衣卫的人劈杀了起来。大人，全都拿下了，只是全都是一些杂役，连半个头目都没有，会不会是提前逃了？再仔细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密室或者是密道。100多名锦衣卫校尉搜寻了2个多小时，就连东升商会里在孵蛋的小猪都翻出来了，就是没找到人。大人，找遍了，什么也没发现啊！怎么会没人呢？难道他们提前得知消息了吗？另一边，都尉府的教场上，曹仁七威风凛凛骑在战马上，看着1万多名将士操练。这时，赵百户带着100只锦衣卫纵马疾驰而来。我日观天象，有种不祥的预感了。这不是锦衣卫的赵大人吗？不知来我都尉府有何公干了？哼！曹仁七，你勾结倭寇，意图谋反，还不双手抱头？跪下！都尉大人勾结倭寇，意图谋反，这怎么可能啊？曹仁七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为什么锦衣卫会知道他勾结倭寇的事，但他现在也只能强作镇定了。赵百户，你休要血口喷人！我曹仁七是大大的好人，怎么会做出私通倭寇的事？哼！曹仁七，你休要再狡辩，来人将他给我拿下！随着赵百户一声令下，3名警骑带着100多名校尉，迅速向曹仁七走去。大胆！你们竟敢污蔑都尉大人，是我飘了还是你提不动刀了？锦衣卫办案，谁敢阻拦？格杀勿论！2名参将看着身边是几名侍卫，面露犹豫之色，当即举刀大喊：“保护都尉大人！谁敢明着逃脱？格杀勿论！”本都尉有令，速将锦衣卫的人全部格杀。曹仁七手持令牌发令，10名千夫长也不敢违抗，只能带人将赵百户他们围住。这1万人围住100人的场面，光是那气势就足够吓人的。但是这上万将士却没人敢上前动手。大胆！围攻锦衣卫就是围攻皇帝陛下，你们是想造反吗？想被诛九族吗？赵百户这一声大喝，让这些将士心头一震。毕竟皇帝这2个字，在这个时代就是天一般的存在。是啊，锦衣卫是陛下的亲卫，我们围攻锦衣卫会被诛9族的。本都尉令你们杀了这些锦衣卫，谁敢抗令，一律军法处置。都尉大人，锦衣卫是陛下的亲卫啊，围攻锦衣卫就是造反，秦数末将不能从命。秦数末将不能从命。曹仁七知道自己已经没退路了，心想只要能忽悠这1万将士跟着自己，到时候投靠了瀛州人，他曹仁七再怎么也能封个大官。将士们，当今皇帝昏庸无道，贪官横行，民不聊生，不如反了他娘的！只要你们跟着本将杀到京城，到时候你们要老婆的给你们发老婆，要当官的给你们官当，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在等你们啊！将士们，杀！曹仁七一番唾沫横飞的演讲后，已经准备好带着他的将士开启5杀时刻。然而，那1万名将士却是没半点反应，还有不少人用看傻子的目光瞪着他曹仁七。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跟你曹仁七去造反，怕不是不知道9族消消乐怎么玩的吧？溜了，回家晒衣服去，懒得理你。1万名士兵都一溜烟跑回家去收衣服了，看着就剩下2名参将跟几个零零星星的小兵。曹仁七脸上的表情别提是有多精彩了。曹仁七还不速速下马就擒！说罢，不等曹仁七反应过来，赵百户从马上一跃而起，手中划过一道光芒，斩向了曹仁七。顿时一阵惊石交接声响起，火光四溅，曹仁七被震得虎口发麻，手里的长刀都差点脱手掉地上。这厮的武功好生了得，本官打不过他，还是先溜了吧。想逃走，赵百户冷喝一声，施展轻功在后面追了上来。今天他就要试试2条腿能不能跑过4条腿。你跑得了吗？你是猴子派来搞笑的吧？2条腿怎么追得上4条腿？你跑我追，今天你插翅也难飞。这男人早上9点就带着同事来逛青楼，而且同事还是个女的。更过分的是，他们身后还跟着100多名逛青楼的同伙。其实他们都是锦衣卫，来这里是为了执行任务。肖总机，你带一队人去守住后门吧，防止瀛州细作从那边跑了。那你小心点。说罢，萧秋月带着99名锦衣卫绕到喷泉阁的后门。番茄带着3卫所的人看着大门紧闭的喷泉阁，抬腿就是一脚。大早上的什么人啊，竟然敢来砸喷泉阁的场子？砸你场子的是锦衣卫，怎么了？不服你放马过来啊！不知各位锦衣卫大人，这一大早来我们喷泉阁所为何事啊？
将喷泉阁所有人都给我拿下来！番茄的声音刚落下，3名小旗官立刻就冲了上去，其余的几10名校尉也都跟上了住阁楼的房间。锦衣卫的总旗大都是先天5重左右，咱们几个都是先天近6重，3招便可以拿下他。擒贼先擒王，先干掉这个锦衣卫总旗再说。这几名先天近6重的瀛州武士提着50米小刀冲向了番茄，本想着速战速决，但是现实很快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祖宗面前不得放肆。在绝对实力面前，人数只是摆设而已。这是什么武功？冷凝香听到屋外的动静，脸色一变，他一把抓起一柄短剑，从阁楼一跃而下。几名锦衣卫校尉瞬间就提刀围了过来。冷凝香解决几名锦衣卫后，正好看到远处1打5还很轻松的番茄。竟然是他！没想到这个看起来很好色的纨绔公子，居然是个身怀绝世神功的锦衣卫总旗。心知自己绝非不是这位总旗的对手，冷凝香毫不犹豫纵身越过墙头，向后跃跑去。等你很久了，你逃不掉的。刹那间，2个大妹子，一个是长剑，一个是短剑，在半空中交手成来招。圣火喵喵流星剑。没想到大楚的一个锦衣卫李总旗武功这么厉害，先撤退吧，不然一会那个少年来支援，他就走不掉了。这营中女子张水明，我这先天久见的境界，竟然一时间奈何不了他。完犊子，这可有几个东西？萧总旗，你怎么了？我中了毒烟，你别管我，快去追冷凝香。来不及追他了，我先帮你驱毒吧，不然你会有生命之危的。番茄运转金刚不坏神功心法，为萧秋月驱除体内的毒气。片刻后，萧秋月的身体散发出阵阵的火雾。番茄，你又救了我一次，大恩不言谢。都是穿一条裤子，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萧总旗不必放在心上。不管如何，你的恩情我都记在，日后我必定相报。好了，不说这个了，我们先把喷泉阁的营州间谍全都押回锦衣卫衙门去吧。此时，喷泉阁的人死的死，亲的亲。更让人意外的，老鸨竟然也是一名宗师境强者，只是花魁冷凝香凭借瀛州身法逃走了。你们可是把喷泉阁所有瀛州奸细都抓回来了？禀大人，属下无能，让花魁冷凝香逃了。哦，冷凝香居然逃了，一个青楼而已。本官都已经派出番茄跟萧秋月这2个最强武器前去，还让间谍冷凝香逃了，难道是还有高手出现？禀千户大人，是属下无能，这事与黄总旗无关。他擒住老鸨后，又为属下驱除体内的毒，这才让冷凝香跑了。你为何会中毒啊？萧秋月将与冷凝香对战的情况说了一遍。想不到这个冷凝香居然有如此高的武功，看来他应该是瀛州剑术世家的人了。那个老鸨武功不低，想来也是有一定身份的。若是严加审问，也许能将苏城所有的细作一网打尽。瀛州奸细极其狡猾，此次我们捣毁这2个情报据点，他们定会藏得更加隐蔽，想再抓他们恐怕难啊。对了，千户大人，不知李百户和赵百户他们的行动如何了？赵百户已经将曹仁奇抓捕回来了，李百户围捕东升商会还没有回来，也不知情况如何了。此时牛人也担忧地皱起了眉头，东升商会也许就是瀛州人在苏城的总部，高手肯定不少，李百户他们不知道能不能对付得了。大人，不如属下现在前去看看，或许能帮上一点忙。属下也愿和黄总旗一同前往。也好，你们带人前去吧。正说着，堂外大步走进一人过来，正是李百户。禀千户，属下抓住东升商会36名瀛州奸细，现已关入地牢中。好，去将东升商会会长给本官押上来。属下无能，没有抓到东升商会会长，甚至连商会的骨干成员都没抓到一个。那你抓来的36名奸细又是何人啊？抓到的这几10名瀛州武士，都是商会的小喽啰。你带着3名是百户，4名总旗，200名校尉，居然只抓到几10个喽啰，你们难道都是废物吗？这样的配置，居然只抓回来几个小喽啰，这也难怪牛人会动怒。禀大人，我们围住东升商会，除了这几10个杂役，没有见到半个商会骨干成员啊！骨干成员都提前跑了，难道是他们提前得到消息了？今天的抓捕行动迅速，东升商会如何会提前得知呢？除非我们锦衣卫当中有内奸。大人，会不会是东升商会里有什么密道？他们临时从密道逃走了？不可能，我让200多锦衣卫搜遍了东升商会的每一个角落，确定没有密道。哼，你们没有找到，并不代表没有，只能代表你们无能。大人责备的是，属下甘愿受罚。
算了，想必东升商会这条密道非常隐蔽，你们一时没找到也正常。大人，属下想去东升商会再查找一遍。也好，李百户，你带他们2个再去一趟，把人给本官找出来。